为了庆祝老婆和小白脸私奔，我用砸锅卖铁筹来的400块彩礼钱，大摆3天流水席。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受不了刺激疯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前世我为了所谓的面子，强行带人把妻子绑回来圆房，结果不仅带了一辈子绿帽，还在这段绝望的婚姻里被敲骨吸髓折磨了整整70年。如今这破鞋谁爱要谁要。当即我转身就准备回家，就在这时，一只温热的手突然攥紧我的胳膊。哥，他们杜家太欺负人了，我现在就去帮你出了这口恶气。我猛然转头看着那张青涩的脸，眼眶瞬间红透。这是我43岁那年死于癌症的亲弟弟李天亮。我死反抓着他的手，强压下声音里的颤抖。听哥的，回家，咱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说完又冷眼扫向那便宜老丈人杜立德。老叔，咱这事还不算完，要是不给个交代，咱以后谁也别想抬头做人。杜立德这下彻底慌了。杜家在这村也就寥寥几户人，这外姓人真得罪了李家台子的坐地虎，往后连村都住不下去。他死攥住我的自行车大梁求饶。我发出一声冷笑，毫不留情的一把扒开他的手，随后带着兄弟们掉头就走，一路顺着土坡回到老宅。原本该热热闹闹的婚宴，此刻却死一般寂静。就在这时，我那个面相刻薄的后妈朝地上恶狠狠吐了口唾沫。紧接着，我爹李学成两眼喷火的抄起板凳，冲着我的脑袋死命砸来。你个没出息的窝囊废玩意儿！我侧身闪过这致命一击，冷冰冰的盯着我亲爹。甭说没用的，让那个女人出来，今天当着全亲戚的面把话说清楚。我的亲爹李学成气得眼角直抽，刚想破口大骂，结果却被屋里窜出来的女人一把拽住。这女人正是我的刻薄后妈乔凤云。她满脸讥讽的冷笑一声，说清楚就说清楚，当初说好了结完婚就分家，这婚结没结成我不管，反正彩礼钱花出去了，你就得认账。就在这时，一只冰凉的小手死攥住了我的衣袖。我猛然低头，10来岁的妹妹李荣牵着6岁的小五，正满眼惊恐地望着我。那一瞬间，我的心口猛地一阵刺痛。没事，有哥呢。我摸着妹妹枯黄的头发，看着眼前这窝里横的亲爹和偏心眼的后妈，心底直犯恶心。上辈子我14岁丧母，后妈进门2个月就把我们兄妹5个赶进破烂厢房，我拼死拼活干到成年，却被逼着娶了那个算计我的杜鹃。谁知婚后10年好不容易生个女儿，杜鹃刚出月子就瞒着我做了绝育手术，让我在村里被生生戳了一辈子脊梁骨，直到我活到80多岁都没过上一天痛快日子。然而重活一世，既然那个烂女人主动跟人跑了，我简直求之不得。至于这个吃人的家，我今天必须分得干干净净。紧接着，在城里当工人的大伯李学军豁然起身，死盯着我不成器的亲爹。分家，老二，这是你的主意。李学成吓得脖子一缩，当场就想往后躲，可偏偏乔凤云双手叉腰，丝毫不顾忌大伯哥的面子。这是我们屋里的事，你当大哥的也管不着。再说了，是天明自己说结了婚就单过，对吧？天明面对大伯痛心疾首的目光，我毫不犹豫的迎头应下。大伯，是我说的，不分家我们兄妹迟早被活活熬死，不如趁早断了。万万没想到，我这句话彻底撕开了这个家的遮羞布。上一世就是因为没钱，老四李荣落得终身残疾，老三李天亮直到癌症病死都没娶上媳妇，我们兄弟累死累活赚的工分全被这毒妇死捏在手里。听到我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大伯李学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行，既然是你说的，那就分。转眼间，大伯雷厉风行的叫来了3叔、4叔、村主任和生产队长，他强压着怒火质问我爹，难道真打算对我们这几个亲骨肉不管不顾？谁知乔凤云竟然还敢厚着脸皮倒打一耙，硬说我娶亲掏空了家底。听到这话，脾气火爆的3叔李学公一巴掌狠狠拍在桌子上，你放屁！天明的彩礼是他没日没夜出河工赚的血汗钱，摆酒钱是我们几个当叔伯的凑的，你除了出45斤棒子面，你拔过一根毛吗？被当众戳穿老底，乔凤云索性往地上一瘫，拍着大腿就开始撒泼打滚。哎呀，没天理了！小叔子骂嫂子，是个人都来欺负我啊！行了！大伯一声怒喝，铁青着脸直接拍板定音。老两家的，天明从14岁就被你当牲口使唤，天亮现在也能拿满工分，这几年的红利我不多要，拿200块钱出来给他们安家。不仅如此，大伯当场拍板把他名下的2间东厢房过继给我，还让村主任立刻落实我们兄弟的宅基地。随后，大伯提出家里的粮食必须按人头平分。一听到要分钱分粮，乔凤云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叫着跳了起来。房子你想给谁给谁，但想要我的钱和粮食，除非老娘今天死在这。然而大伯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冷冷地逼视着一旁装死的亲弟弟李学成。紧接着，大伯转头死盯着我那懦弱的爹，厉声质问他打算怎么办。我爹吓得直缩脖子，半天憋不出一个屁。就在这时，大伯冷笑一声，直接祭出大招。他见多识广，当场给这俩法盲普法。按照现在的规矩，天亮、李荣和小五都还没成年，甭管是亲爹还是后妈，只要敢不管那就是弃养，妥妥得蹲大狱。一听要吃牢饭，刚才还嚣张跋扈的乔凤云瞬间蔫巴成一滩泥。接下来的分家异常顺利，大到村里领的任务猪，小到锅碗瓢盆和农具，全都被大伯门清的分出2份。我冷眼看着这一切，心底忍不住一阵阵发寒。万万没想到，上一世就是因为我这个时候不在场，这个毒妇趁大伯回城，硬生生把我们兄妹几个净身出户赶出家门。后来大伯气得很，抽了我爹2个大耳刮子，从此再也没登过老宅的门。这一世我绝不能让悲剧重演。就在这时，大伯心疼地看向我，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毫不犹豫地开口，既然今天把家分干净，那就得把亲爹以后的养老问题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上一世我净身出户，老来还得被他们当牛做马的吸血，不给钱就被满世界骂不孝，因此我今天必须把规矩定死。经过一番激烈的来回拉扯，最后死敲定，等我爹满60岁，我和天亮每月只给30斤粮食，外加每年25块钱，多一分都没有。
紧接着，我们父子俩当场在2份分家单和养老协议上按死红手印。然而，就在大伯逼着乔凤云掏那200块钱安家费的关键时刻，这毒妇竟然两眼一翻，直挺挺地往地上一倒，硬生生装晕死过去。大伯气得直咬牙，却又背不起逼死弟媳妇的恶名，那笔钱终究还是打了水漂。随后，原本热热闹闹的喜宴彻底变成一场闹剧，亲戚们叹着气把借来的桌椅板凳搬走，院子里瞬间安静的可怕。大伯看着我们几个苦命的兄妹，眼眶发红的叮嘱我们好好过日子，可我哪能就这么干熬着？我猛然抬起头，压低声音直接抛出一个惊人计划。我知道大伯在市里的钢厂当后勤科长，手里捏着食堂采购的生杀大权，在这个物资统购统销的年代，采购科长绝对是个受夹板气的苦差事，可在我眼里，这简直就是逆天改命的印钞机。我毫不避讳地告诉大伯，咱们村依山傍水，只要能把山里和水里的好东西弄出来，绝对能解钢厂的燃眉之急。岂料大伯听完吓得脸都白得像纸，要知道水里的东西全归生产队公有，敢偷捞一条鱼都得被抓去吃牢饭。可我根本不慌，我指着身后15岁还没娶媳妇的天亮，还有挤在一个破炕上的弟妹，字字气血地逼问他，靠地里那几个公分，我们哪辈子能盖得起房？大伯死死盯着我，知道我说的是残酷现实，最后长长叹出一口气，咬牙说先容他好好想想。这事虽然要冒天大的风险，但他终究还是心疼我们。眼看生路有了眉目，接下来就该算算杜家那笔烂账。弟弟天亮气得双眼通红，捏着拳头就要去打断那个逃婚野男人的腿，我一把按住他，冷笑一声表示强扭的瓜不甜，那烂货愿意滚就滚，但杜家吞进去的那整整400块钱彩礼，必须一分不少的给我吐出来。要知道在这个年代，这笔巨款是我扒了一夏天河工，外加欠了一屁股饥荒才凑齐的血汗钱。大伯闻言重重地点下头，当即拍板要陪我杀向杜家要账。临走前，他抬头看着漏风漏雨的破厢房，再看看正屋里那个连屁都不敢放的亲弟弟，眼里满是无尽的凄凉与恨铁不成钢。可我却挺直腰板，重生一世，就算开局是这等烂牌，我也绝对要带弟妹们杀出一条血路。哥，我饿了。饿得发慌的小五靠在我腿上，声音虚弱的像只小猫。今天原本是我结婚摆席的大喜日子，谁知这傻丫头为了吃顿好的，早上只喝了一口稀粥，死扛到现在。我鼻头一酸，摸出兜里仅剩的几张毛票，让大妹妹李荣去供销社打点酱油。正当此时，大伯一把叫住李荣，直接掏出一张崭新的大团结，霸气的塞进他手里，让他去买些不要票的精美点心。紧接着，我拎起亲戚们留下的那2斤猪肉，手起刀落直接切块。今天就算天塌下来，我也得让饿肚子的弟妹们吃顿饱饭。猛然间，院子里传来小五撕心裂肺的哭喊，我扔下菜刀，一个箭步冲出去，一眼就看见乔凤云那2个又馋又懒的闺女正死死拽着李荣抢点心，小五的细嫩胳膊上更是被活生生挠出一道血印子。上一世这2个恶毒女人没少欺负我妹妹，这一世我岂能再忍？我一把将2个妹妹护在身后，双眼通红的指着正屋破口大骂。就在这时，乔凤云像个疯婆子一样冲出来，嘶吼着让我别动她闺女一根手指头。万万没想到，她话音刚落，我抬手就是一记势大力沉的耳光，啪的一声脆响，直接把那大闺女李淑珍抽的原地转了半圈。试试就试试！我冷笑一声，甩了甩震麻的手掌。乔凤云当场懵逼，下一秒直接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张牙舞爪的朝我生扑过来。岂料我身形一闪，这毒妇刹不住车，咣当一声结结实实的撞在硬木门板上，半个身子狼狈的卡在门外。她气急败坏的冲着屋里装死的老爹哭嚎，可我那懦弱的爹畏惧大伯的威严，吓得连个面都不敢露。这下我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转身护着弟妹回屋炖肉。转眼间，屋里飘满浓郁的肉香，馋得院子里挨了揍的李淑芬直咽口水，结果却被气疯的乔凤云反手一个大耳刮子扇回了屋。看着小五满嘴流油的大口啃着肉，我这心里却止不住的泛酸。在这个连棒子面都吃不饱的70年代，这是我可怜的妹妹出生以来第一次敞开肚皮吃肉。我往李荣碗里加了一大块肥膘，咬着牙暗暗发誓，只要哥赚了钱，以后天天让你们吃香喝辣。坐在一旁的大伯捏着筷子的手猛地一顿，看着我们这群苦命的兄妹，终于下定决心要帮我趟一趟那条赚钱的险路。结果就在我们吃饱喝足，准备出门去找杜家算账时，门外突然急匆匆跑来一个杜家的本家侄子，他气喘吁吁地堵在门口，带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我那逃婚的未婚妻杜鹃，竟然被他亲爹五花大绑的给抓回来了。我心里瞬间跟明镜似的，上一世那个带他私奔的野男人被打断了腿，而我却稀里糊涂地捏着鼻子认了盘。可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结这门恶心人的糊涂情。大喜的日子，新娘子跟着野男人跑了，这简直是把我们老李家所有爷们的脸皮撕下来放地上疯狂摩擦。大伯当场暴怒，直接打发了报信的人，转头就让天亮去摇人。紧接着，3叔、4叔、村主任学庆叔，整个李家宗族的壮劳力全被抄了家伙叫到一起，今天必须去杜家讨个说法，不然以后李家男人在10里8乡还怎么抬头做人？随后，我跟大伯无视正屋里乔凤云指桑骂槐的撒泼，叮嘱妹妹锁好门，带着浩浩荡荡的李家男团直奔杜家。等我们杀到杜家大门口时，周围早就乌泱泱围满了看热闹的村民。在这个保守的年代，定了亲的女人逃婚简直是百年难遇的惊天大瓜，连外村的人都连夜跑来吃瓜看戏。大伯阴沉着脸站在人群最前面，气场冷得吓人。身兼村主任的堂叔李学庆擦着冷汗凑过来，生怕今天闹热闹出人命。谁知大伯只是冷冷地盯着杜家紧闭的大门，扔下一句咱来论理不见血的狠话。紧接着，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齐刷刷地聚拢在我的身上。放心，今个大伯给你做主。大伯重重拍着我的肩膀。紧接着，3叔李学公和4叔李学农带着一帮堂兄弟杀气腾腾地扑到跟前。堂弟天红手里死死攥着跟小臂粗的大木棍，扯着嗓子狂吼，只要我一句话，他非得把杜立德家的房顶给彻底掀翻。我平时最疼这个愣头青堂弟，谁知大伯脸一沉，厉声呵斥着让他交出棍子。大伯混过大场，心里明镜似的，真把外姓的杜家人打出个好歹，我以后在村里肯定得遭人算计。就在这时，生产一队队长经历气喘吁吁的挤进人群，要彻底清算我们2家这笔烂账，村干部必须全员到场坐镇，有什么话进去
再说。杜立德骚得满脸通红，连头都不敢抬。然而大伯根本不给他留半分情面，冷笑着甩出一句无酒不进了。大伯这招够狠，没把杜家这丑事拉到大街上敲锣打鼓，就已经算是极大的宽容。杜立德老脸涨成了猪肝色，立刻挥手让人把那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拖出来。下一秒，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影被五花大绑的架出大门，两边脸颊肿得像发面馒头。可我一眼就认出，这就是让我上辈子当了一辈子冤大头的未婚妻杜鹃。想起前世他那块永远捂不热的冰冷心肠，我此时心里没有半点波澜，只想赶紧把这个扫把星踹得远远的。人我抓回来了，要打要杀随你们便。杜立德咬牙切齿地装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悲壮模样，又是这一套。上辈子他就是靠着这手苦肉计把我架在火上烤，硬逼着我把杜鹃娶进门。偏偏这一次大伯根本不吃他这套虚招，大伯毫不客气地戳破他的虚伪把戏，直言新社会不兴这老一套，更是当着全村的面狠狠撕开杜家的家教遮羞布。在场的杜家人全都被挤兑得臊红了脖子。杜立德满心欢喜的以为亲事还能成，结果三叔李学恭一步踏上前，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你闺女跟野男人跑了一整天，谁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个黄花大闺女？你居然还敢把她塞给我侄子！”趴在墙头吃瓜的村民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哄堂大笑。我和你拼了！杜鹃娘像个疯婆子一样从屋里冲出来，猫着腰死命往三叔身上撞。万万没想到杜立德反手一把将他死死拽住，一巴掌狠狠呼在他后背上给拍回了屋。他心里怕得要死，大伯只要吼一嗓子，李家几百号壮劳力瞬间就能把他家拧成平地。接着杜立德还妄想发毒誓力保闺女的清白，却只换来周围更加刺耳的嘲笑声。大伯彻底懒得废话，直接单方面宣布退婚，转头把话语权交到我手里。我冷冷地俯视着瘫坐在地的杜鹃，你要是真不愿意跟我，就该早点说出来。我深吸一口气，把上辈子憋在胸口的恶气全部砸向这个无耻的女人。定亲你不说，收彩礼你也不说，哪怕你昨晚烧个信，我李天明也绝不会死缠烂打，你偏偏要在结婚当天把我的脸皮扔在地上疯狂踩踏。杜鹃心虚的连个响屁都不敢放，我直接痛打落水狗，当众宣布成全他，只求他以后千万别后悔。不行！万万没想到杜立德猛地跳起脚来，他早就盘算好拿我当养老女婿，哪肯轻易放过我这块肥肉。紧接着他狂奔进柴房，拎出一根拇指粗的藤条，死命往我手里塞，逼着我亲自动手抽他闺女。我冷笑一声，侧身闪开，他急得跳脚要自己踹，结果被大伯一把死死拦住，厉声警告他滚回屋里，关起门来打。大伯的话音刚落，门外猛然间一阵大乱，紧接着几个不速之客强行挤进院子，一个熟悉的身影径直从我身边擦过，一把将地上的杜鹃搂进怀里。庞炳新，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认得这张上辈子狠狠踩过我脸的丑恶嘴脸。万万没想到，原本心如死灰的杜鹃一看到他，眼里瞬间放出了光。杜立德眼看我还站在这，为了保住两家的亲事，急得破口大骂混蛋玩意儿。随后他立刻指挥杜家的侄子外甥抄起家伙，做事要把庞炳新往死里打。谁知和庞炳新一起来的中年男人赶紧上前死命拦住。大伯见状，也立马抬手让我们李家人把两边强行分开。你们杜家的烂事我们不管，但咱们两家的账必须算清。大伯根本不跟他们废话，直接让四叔掏出那张聘礼底单，一把拍在杜立德眼前。杜立德自知理亏，当着全村人的面连个屁都不敢放。接着大伯态度极其强硬，当场折算要他退还整整400块彩礼钱。这笔钱可是我带着弟弟妹妹活下去的命根子，大伯绝不可能让他们赖掉一分一毫。就在这时，杜立德偏偏瞥见杜鹃和庞炳新正死死抱在一起，顿时气得老脸发紫，扬起藤条就往死里抽。岂料杜鹃一把推开庞炳新，硬生生替野男人扛下了这一边。紧接着他竟然转头可怜巴巴地盯着我，李天明，算我求你了，放过我行不行？我从来都没喜欢过你。此话一出，四围八庄的乡亲们顿时群情激愤，纷纷指着他的鼻子痛骂不要脸。听着这娘们恶人先告状，我不禁冷笑出声，放过你？难道是我用刀架着你脖子逼婚的吗？我强压着上辈子被他折磨了一生积攒的恶气，毫不客气地当众揭开他那层虚伪的画皮。这门亲事彻底黄了，但是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不就是400块钱吗？我给。庞炳新突然冲大尾巴狼跳了出来，我二话不说，直接把手摊到他脸前。结果这孙子一时语塞，竟然大言不惭地说现在没钱，大不了给我打个欠条。围观的乡亲们顿时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嘲笑声。庞炳新被笑得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指着我的鼻子，警告我要是个男人就别为难杜鹃。啪！下一秒，我抡圆了胳膊，一巴掌狠狠抽在这孙子的脸上。老子是不是特么给你脸了？我含怒爆燃的这一巴掌，直接把庞炳新抽得一头栽倒在地。杜鹃吓得赶紧扑上去，心疼的搀扶。我懒得看这对狗男女演苦情戏，厉声怒吼：今天彩礼要是不退，我立马去告你们全家合伙骗婚。杜立德这下彻底怂了，他知道一女二嫁的丑事死活捂不住，只能灰溜溜的钻进屋，咬着牙拿出一把皱巴巴的钞票，偏偏还差35块钱凑不够，他又拉下老脸找亲戚们现拼，这才凑齐了400块钱整递过来。杜立德满以为交了钱就能破财免灾，妄想就此两清。然而大伯接过钱清点完毕后，却冷笑得让人头皮发麻。两清？我们老李家的脸面被你们按在地上摩擦，老子为了办酒席砸下去的钱，你拿什么赔？周围的乡亲们更是怒不可遏，纷纷指着他们杜家的脊梁骨痛骂这种一女嫁二夫的缺德行径。面对四叔爆出的300块酒席天价赔偿，杜立德的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偏偏就在这时，杜鹃他娘一屁股瘫坐在地，拍着大腿撒泼哭嚎我们李家要逼死他。然而大伯连眼皮都没抬，直接抬手指向院角那几根上好的杉木房梁，冷冷甩下一句没钱就拿东西点。我乍一听大伯要这几根木头，起初还没反应过来，可转念一琢磨，瞬
瞬间红了眼眶。这门亲事虽然黄了，可我和弟弟将来总得盖新房娶媳妇，大伯这是变着法的在替我盘算后路啊。紧接着大伯一声令下，我们李家的壮劳力立刻拿着绳索上前，4个人一根，转眼间就把杜家准备盖新房的命根子搬了个精光。看着被彻底搬空的院子，杜立德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扬起手就要打死杜鹃这个败家玩意儿。千钧一发之际，跟庞炳新一起来的叔叔庞满仓死将他拦住，竟然厚着脸皮提出让2个年轻人直接成婚。谁知杜立德听完当场气得直跳脚，庞家那3间透风漏雨的破土窑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这哪里是结亲？可是已至此，杜鹃结婚当天跟野男人跑了的丑事早就传遍了10里8乡，除了庞家这火坑，哪还有正常人家敢要他？庞满仓这个老狐狸吃准了杜家骑虎难下，硬着头皮只肯出200块钱彩礼，结果杜鹃娘瞬间跳了起来，狮子大开口怒吼没有600块钱休想把人带走。杜鹃刚想替野男人求情，岂料被他娘狠狠一巴掌抽在脸上闭了嘴。随后庞满仓故作为难的一顿拉扯，最终不仅把彩礼死定在200块，连酒席都抠搜到只准杜家去2桌人。为了赶紧甩掉这个丢人败兴的包袱，杜立德只能咬碎牙往肚里咽，逼着庞炳新当场按手印写下养老保证书。转眼间2家人火速定下亲事，庞家人心满意足的拍屁股走人。等家里只剩下杜家人自己，杜立德闷在灶台前狠抽旱烟，指着闺女的鼻子痛骂她简直丢尽了祖宗的脸面。没想到杜鹃不但毫无悔意，竟然梗着脖子疯狂顶嘴，声称只要能跟庞炳新在一起，就算去要饭他都心甘情愿。他甚至死咬着牙怒吼，这辈子哪怕是去跳火坑，也比跟着我强100倍。面对这个油盐不进的白眼狼，杜立德气得浑身发抖，最后只能指着大门发下毒誓，将来就算死在外面也别滚回来哭。杜家那边闹得鸡飞狗跳，我却只觉得浑身畅快，不仅全款拿回了彩礼，还白捡了几根上好的沙木房梁。接下来我这个重生归来的倒霉新郎官可是要好好盘算这逆风翻盘的下半辈子。深夜，大伯顶着夜色跨进门槛，满眼心疼的宽慰我心胸放宽些。他再三叮嘱我是个能顶门立户的真爷们，千万别因为杜鹃那种女人想不开。我赶忙递上茶水，不仅劝他别操心，更是旧事重提，让他帮忙盘算那件事。大伯一听瞬间面色凝重，他那个位置一旦行差踏错，全家都得受牵连，最终只能咬牙答应回去好好寻思寻思。转眼间天刚蒙蒙亮，村里的大喇叭猛然响彻云霄，听着那首熟悉的时代金曲，我狠狠洗了把脸，终于彻底确信自己真的重生了。哪怕后妈乔凤云还在屋里指桑骂槐，我只当是恶狗狂吠。重活一世，我绝对不甘心像前世那样在土里苦熬，尤其是经历了逃婚这种奇耻大辱，我更是铁了心要拉扯弟妹过上人上人的日子。就在这时，准备回城的大伯突然把我拉到一旁，紧接着他竟毫不犹豫地把昨天要回的彩礼，连同自己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一股脑全塞进我口袋。我吓得连连推辞，他家里可是养着瘫痪岳母和6个孩子。可大伯直接瞪起眼睛，死死按住我的手，千叮万嘱让我先去还清对上的欠款，还要时刻提防我那个糊涂亲爹。我紧紧攥着大伯给的巨款，心里却暗自发狠。大伯让我万事小心，可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不逼自己一把啥时候才能翻身？随后我带上弟弟直奔场院上工，刚到地方，村里的婶子大娘们瞬间将我团团围住，他们非但没有看笑话，反而故意扯着嗓门大声替我抱不平，直呼杜家人全是不开眼的蠢货。偏偏此时杜立德一家就在不远处低头干活，听到乡亲们的无情嘲讽，他那张老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满心后悔自家的闺女瞎了眼。然而我只是状似不经意地瞥了他们一眼，心里连连冷笑，抹了我满脸大粪。杜鹃真以为跟着那个二流子庞炳新就能嫁给爱情？别人不知道，我这多活了几十年的脑子可太清楚庞炳新最后是个什么凄惨下场。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辈子我必定要乘风而起，到时候定要看看杜鹃那张悔青了的脸。正当此时，队长金丽突然点到我的名字，为了让我避开杜家的尴尬，他特意安排我去公社拉柴油散心。我二话没说套好车，转身就直奔村支部去找李学庆叔。他倒也不墨迹，竟然直接把我和弟弟的新宅基地稳稳当当的画在了远离老宅的大戏台边上。我谢过他，紧接着就和队长金丽赶着马车直奔40里外的县城。翻山越岭这种苦差事，凭我的神级赶车技术根本不在话下。临近晌午，我们麻利的在物资局装满2桶柴油，正准备喘口气，金丽突然冷着脸告诉我，还得去接几个下乡的知青回去。谁知一提起这事，金丽当场直翻白眼，大骂这帮人干啥不行。没过多久，3辆大解放呼啸着停在大院门前，几十个知青扯着嗓子高唱歌曲，满脸都是对广阔天地的无限畅想。结果金丽靠在车辕上满脸不屑，嗤笑他们过2天摸着镰刀就得全县原形。我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心里更是连连冷笑，等这帮城里少爷见识到农村的残酷，只怕跑得比兔子还快。就在这时，金丽一把将我拉进对面的国营食堂，走公账的4个白面馒头配大碗白菜炖粉条，简直香得让人掉舌头。可我刚掰下半个馒头，动作猛然顿住，脑子里全是在家啃杂粮的弟妹。没想到金丽一眼看穿我的心思，竟然直接扭头冲服务员拍下粮票，同志，再拿6个馒头包起来。我吓得赶紧阻拦，偏偏金丽大手一挥，强行把纸包塞进我怀里，直言带回去给小荣和小武，村里绝对没人敢嚼舌头。手里攥着滚烫的纸包，我眼眶微热，暗暗发誓不赚到第1桶金绝不罢休。紧接着2人风卷残云填饱肚子，转身重回大院等着点名。宋小雨，听到这个名字，我猛然一怔，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穿着蓝色宽大工装的江南温婉女孩站在人群中。重活一世，我可太清楚她的底细，这可是13个女知青里唯一一个真嫁给村里人的狠人。偏偏她嫁的还是我那个最不着调的本家兄弟，硬生生在村里熬到80年代末才托关系回城。没等我深挖回忆，金丽突然一嗓子将我喊回现实，让我赶紧搭把手搬行李。我应声上前，随手拎起一个巨大的铺盖卷，嘿，轻着点儿，摔坏了你赔得起吗？一道嚣张的男声突然刺入耳膜，我猛地顿住脚步，死死盯着眼前这张欠揍的脸。前世的记忆瞬间如潮水般涌
涌来，这家伙就是后来批斗大会上当众狂扇我爷爷被老头大耳瓜子的混蛋张青森。当时我可是带着几个兄弟半夜摸进知青点，把他往死里揍了一顿。如今仇人相见，我眼中凶光毕露，反手就把那死沉的行李狠狠砸在他身上，对上我想要杀人的眼神，张青森吓得浑身一哆嗦，硬生生把脏话咽回肚中。知青办的人在一旁打圆场，我却全当没听见，转身继续去搬其他人的行李。好在宋小雨还有点眼力见，跟着我手脚麻利的帮忙装车，结果马车实在太小，2桶柴油加上成堆的行李，最多只能载挤下3个人。经理毫不客气的一挥手，让3个女知青上车，剩下3个男知青跟着马车硬走回去。这下城里少爷们彻底破防，走着去，40里路你开什么玩笑？知道接人怎么不多派一辆车？面对这群废物的无能狂怒，经理只觉得像看傻子一样可笑，直接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连走几步路都叫苦，还谈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骂完他背着手头也不回的往前走，我更是懒得多看这些蛀虫一眼，等女知青坐稳，扬手就是一记响亮的鞭花，啪！大青马长嘶一声缓缓向前，至于那3个男知青爱走不走，有种就在县城饿死。眼看我赶着马车越走越远，张青森这帮人连个告状的门路都摸不到，只能咬牙切齿的跟在后头吃灰。岂料刚走出10里地，坐在车上的宋小雨突然小声开口，非要跟后面的男知青换着坐。我回头一瞥，那3个城里少爷早就累得东倒西歪，这女人倒是心善，既然人家上赶着做好人，我自然没有拦着的道理。紧接着我抬起马鞭轻点2下，大青马应声停在路边。等张青森他们气喘吁吁的追上来，宋小雨立刻跳下车，另外2个女知青见状也只好不情不愿的让出位置，一路翻山越岭。等赶回村支部时，天已经彻底黑透了。支书李学庆走个过场欢迎了一番，转头就不情不愿的让会计去开粮仓，每人100斤元粮，这可是死抠到年底的全部身家，吃完就得自己想辙。看着那点少得可怜的口粮，女知青还能勉强对付，张青森那几个男知青当场就绿了脸。随后粮食刚搬上车，张青森舔着脸就想往车辕上爬，谁知我猛地一横马鞭，当场拦死他的去路。下去，走着！我死死盯着这张脸，心里满是厌恶。当年70多岁的李老六他都能狠下黑手，对待这种畜生我绝不可能惯着。张青森吓得浑身一哆嗦，敢怒不敢言的缩回了手。李学庆见状刚想张嘴，却被经理一把拉到旁边嘀咕2句，干脆全当没看见。接下来我赶着马车直奔山脚的知青点，路过3叔家门口时，3婶石淑玲正热络地招呼我进去吃饭。这女人向来心善，对我那几个弟妹更是没话说。我摆摆手婉拒，反手将装满白面馒头的挎包精准地扔进她怀里，嘱咐她让弟妹吃完早点回家。谁家的口粮都不富裕，看到一整包金贵的白面，石淑玲惊得拔腿就要追，我却一记响鞭，赶着大青马直接跑没影了。转眼间马车停在知青点门口，知青队长谢建设连忙迎上来递烟，言语间透着对我这李家头面人物的几分讨好。我随手接过烟，直接丢出又来了6个新知青的消息，当场把谢建设砸懵了。这破院子早就挤了13个人，如今又要加塞，最要命的是那点粮食根本不够造。还没等他叫苦，张青森那帮人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晃悠过来。万万没想到，6个人里最能扛的反而是看着最柔弱的宋小雨。天色太晚，我懒得管他们怎么分铺盖，扔下行李就跳上马车直奔村支部交差。安顿好大青马，我踏着夜色快步回家。岂料刚迈进院门，乔凤云的2女儿李淑芬突然像见了鬼一样尖叫起来：“妈，她回来了！”这动静听得我心头火起，我3步并作2步冲进院子，一眼就瞅见东厢房亮着诡异的灯光。紧接着房门大开，乔凤云做贼心虚的迎面撞了出来。换做平时，这泼妇早就撒泼打滚了，此刻对上我的眼睛却明显气短。她眼珠子乱转，磕磕巴巴的扯谎说看屋里没人过来瞧瞧。我心底连连冷笑，这恶毒女人巴不得我们兄妹死绝，能有这份好心。我一把将她粗暴地推回屋内，借着灯光定睛一看，瞬间火冒3丈。只见里屋的炕柜4敞大开，衣服扔得满地都是，连炕席都被掀了个底朝天。我这屋里是进贼了，还是来了砸明火的？我咬牙切齿地逼近。乔凤云眼看事情败露，硬着头皮狡辩不知道，转身就想脚底抹油。站住！我一把死死揪住她的衣领，眼神冷得能杀人。没找着吧？要不我帮你找找。乔凤云面色惨白，一双3角眼恶狠狠地瞪着我，却连个屁都不敢放。我直接无视她的怨毒，目光扫向门外发抖的李淑芬，猛地凑到她耳边抛出一个致命死穴：你就算不在乎那2个丫头，总该在乎肚子里的这个吧？听到这话，乔凤云犹如5雷轰顶，当场吓得连退2步，死死护住肚子，惊恐的连声追问我怎么知道的。算时间，明年她就要给李学成生个儿子。我根本不给她喘息的机会，直接放出狠话：要是再敢让我妹妹受半点委屈，她肚子里这块肉就别想生下来。反正这个年代女人下地干活，小产夭折简直是家常便饭。重活一世，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谁敢动我家人，我就要谁的命。我拍着胸脯明着告诉她，钱全在我身上，她连一个大子儿都休想碰到。这下乔凤云是彻底吓破了胆，连滚带爬的逃回正房。紧接着里面就传出她拿女儿撒气的疯狂咒骂声。我听着那动静，回头看着满屋的狼藉，冷冷的走上前去。我刚点上煤油灯准备收拾满地狼藉，李天亮就带着2个妹妹推门进屋，看到屋里仿佛被土匪洗劫过一般，天亮当即红了眼，肯定是他。他怒吼着抓起门栓就要去找乔凤云算账。回来！我一把将这愣小子死死拽住，真要是让他冲过去，今晚非得闹出人命不可。我压着嗓子告诉他已经警告过了，借那毒妇10个胆子他也不敢再来。天亮咬着牙极不情愿地停下脚步，紧接着追问乔凤云翻咱屋到底图啥，还能干啥？为了那笔彩礼钱呗。我冷笑一声，这女人肯定是听村里人嚼舌根，趁我们兄妹不再让闺女望风跑来偷钱。听到这话，天亮和李荣瞬间白了脸，直到我拍着胸脯保证钱全贴身藏着，这俩半大孩子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可我心里却跟明镜似的，乔凤云绝不会善罢甘休，指不定哪天
天就要撺掇李学成那个混蛋来找茬，整天跟这帮吸血鬼同住一个院子，简直憋屈到了极点。盖新房的念头猛然间在我脑海里疯狂滋长。今天还清村里的烂账，我兜里还剩335块钱，要是随便搭几间土坯房倒是绰绰有余。可上辈子我早就住够了那种半夜掉土渣、整天进老鼠的破土窑。镇上就有烧砖厂，找支书李学庆批个条子易如反掌。然而现实却狠狠给了我一记耳光，真要盖起3间红砖瓦房，少说也得要3万块红砖，一块红砖7分钱，3万块就是2000多块的巨款。我上哪去弄这么多钱？哥，正当我愁得眉头紧锁时，小五突然怯生生地扯了扯我的衣角，咱家啥时候在吃肉啊？看着妹妹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我只觉得心脏像被针狠狠扎了一下。李荣急得一巴掌拍在小五背上呵斥他睡觉，小五委屈得直掉眼泪。在这个年代，哪个半大孩子不馋肉？我昨天才发誓要让弟妹过上好日子，结果今天连口肉都满足不了，算什么男人？哥，明天就让你吃上肉！我斩钉截铁地甩下这句话。到了半夜，我悄悄翻身下炕，睡在旁边的天亮立马惊醒，我压低声音让他继续睡，转身从墙角那堆破烂里翻出2个沉甸甸的捕兽夹，这可是当年大炼钢铁时爷爷拼死藏下来的保命物件。天亮见状眼睛一亮，翻身就要跟着上山，我一把将他死死按回炕上，严令他留下来保护妹妹，过去把门插死，谁叫也别开。睡前我清楚地听见李学成回来了，乔凤云正跟他为了彩礼钱闹腾，我必须防着那混蛋半夜发疯。安排妥当后，我抄起锄头和柴刀，避开正房的视线，直接翻墙而出，头顶着惨白的月光，我一路向东摸进大山。当年为了独占这座能活命的山头，我们李家台子男女老少全员出动，硬生生跟另外3个村子杀红了眼，最后靠着狠辣独霸了这片风水宝地。我沿着从小摸熟的隐秘小道一路往上爬，如今山里的大型野物早被打绝了，我只能指望这2把老家子套几只不长眼的野兔。循着记忆找到以前挖的陷坑，里面果然空空如也。我麻利的重新布置好伪装，埋下捕兽夹做好记号，紧接着转身摸向山坳深处，那里有2棵老杏树，我3两下窜上树杈，硬是凑齐了10几斤没被摘完的野杏。就算今晚抓不到野味，好歹能给小五当个零嘴。装满口袋，正准备下树，意外突然降临。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猛然间传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窸窸窣窣声，借着月光，我惊恐地看到那片树影正在剧烈摇晃，伴随着沉闷的树皮摩擦声。野猪！我脑子里轰的一声炸开。当年跟着三叔打猎时，我就知道这畜生蹭树结痒时的破坏力简直惊人。野猪不仅攻击力堪比虎豹，更是成群结队的活阎王。下一秒，2头体型如同小坦克般的黑影直接从树林深处悍然钻出，借着月光稍微一打量，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领头的那只少说也有200多斤，那2根惨白的獠牙只要轻轻一挑，瞬间就能把人的肚子豁成2半。我已经迈出半条腿的身体瞬间僵住，连滚带爬的缩回树顶最高处。我死死扒着树干，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冷汗顺着额头疯狂往下滴。这要是被发现，今晚我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万幸这2头凶兽只是路过找水喝，在树下徘徊了片刻后，转头又消失在深山老林里，直到彻底听不见动静，我才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死死抱着树干长出一口气，等那2头瘟神彻底走远，这才顺着树皮滑下地。真恨不得手里端着村支部那挺轻机枪，直接把这2头畜生突个干净。这鬼地方我是1秒钟都不敢多待。猪这玩意儿聪明的邪乎，谁知他们会不会杀个回马枪？紧接着我顺原路往回摸，不死心的去掏陷阱，没想到这一摸，还真摸出个自投罗网的倒霉蛋。捕兽夹里赫然卡着一只肥兔子，我干脆利落的扭断兔脖子，掂量几下，足足有4斤重。明儿总算能给小五交差，可惜一张碎皮子毫无卵用。我直接把兔子往麻袋里一塞，想着今天应该不会再有别的收获，转身就准备下山。就在这时，后脊梁骨猛然窜上一股阴寒刺骨的凉气，我根本来不及回头，身体出于本能直接往前一个恶狗扑食，顺势在泥地里连滚2圈，砰的一声巨响，简直震碎耳膜。我狼狈抬头一看，一头浑身长满钢刺般黑毛的野猪正狠狠撞在我刚才站位背后的大树上，瞬间我惊出一身冷汗，万万没想到这畜生居然搞偷袭，要不是老子躲得快，下半辈子就得在热炕头上当个废人。一击扑空，这头凶兽猛地甩着硕大的脑袋调转方向，奔着我就发起了第2次死亡冲锋。千钧一发之际，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发生，扑通一声闷响，这头气势汹汹的野猪刚窜出2步，竟然好死不死的一头栽进我早先挖好的深坑陷阱里。我靠，这可真不赖我！我连滚带爬的翻起身，抱起旁边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冲着坑底疯狂嚎叫的黑猪就狠狠砸下去。去你大爷的！一下还不解恨，紧接着我又搬起一块更重的青石，劈头盖脸的往死里招呼，连续几记重锤砸下，坑底的挣扎声终于彻底死寂。我双腿发软的跌坐在烂泥里，大口吞咽着冷空气。老子才刚重生1天，差点把小命交代在这破山头。等气喘匀，我定睛一瞧，这头死猪根本不是刚才碰见的那2头，这身板足有400多斤，2根獠牙闪着渗人的冷光。在这个连活人都吃不饱的年代，偏偏这畜生养的膘肥体壮，估计是跟大部队走散的独狼。为了防着外村人半夜上山偷食，我迅速折断几根粗树枝，把陷坑伪装严实，随后连柴火都顾不上砍，我背起麻袋一路狂奔下山，直奔三叔家砸门。后半夜的冷风直往脖领子里灌，敲了半天，院门才嘎吱一声裂开条缝。哥，你咋来了？堂弟李天红探出个脑袋，见是我，扯着嗓子就要喊人。闭嘴！我一把拽住他的胳膊，闪进屋。动静惊醒三叔李学公和3婶石淑玲。三叔披着破棉袄走出来，一眼瞥见我手里的滴血柴刀和鼓鼓囊囊的麻袋，脸色瞬间大变。他压低声音怒骂我不要命，白天刚有人在山上采到野猪粪。三叔叫上天生，带上麻绳扁担跟我走。我根本不给他训话的机会，一把将麻袋扔在灶台上。三叔满眼震惊，急着问我到底出了啥事。一头400斤的野猪掉我坑里了，这轻飘飘的一句话，简直像一颗闷雷在屋里炸响。三叔不可置信的瞪圆双眼，他干了半辈子猎手，连根野猪毛都没套着过。堂哥李天生和几个堂妹全都穿衣裳爬了起来，激动的眼冒绿光。
天红闹腾着非要跟去看热闹，结果被三叔一个狠厉的眼神硬生生定在原地。我们爷仨带齐家伙时，趁着冷月重新摸上山，扒开伪装的树枝，看到坑底死透的庞然大物。三叔猛吸一口凉气，他上下打量着我，问我是不是没伤着。我轻描淡写的表示全躲开。三叔听得直后怕，死活不许我以后半夜再进山，毕竟我身后还有3个张嘴吃饭的弟妹。随后我们爷仨甩开膀子一通猛拽，重生后我这具年轻躯体简直力大如牛，400斤的死沉重物在我们手里根本不叫事，可是要把这大家伙弄回村，绝不是件容易事。三叔忧心忡忡地盯着我，历来山上的活物谁逮着算谁的，但400斤肥肉在这个饥荒年代就是个引火烧身的巨额财富。我要是敢一个人吃独食，全村人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活活淹死。先抬回去，咱自家人分点，剩下的全交给村里，让学庆叔定夺。听我这么一说，三叔连连点头称赞，这么干不仅名声好听，村里也绝不会亏待我，少说也能换回100斤好口粮。我们黑吃把野猪抬回院子，三婶拉着我来回检查，确认只有一道划伤才彻底放心。几个堂妹盯着那堆小山般的鲜肉，口水都要流干。当初我没办成婚宴，家里备的猪肉全被三婶拿去换了粮食，这帮丫头早就馋疯了。我们连夜烧水退毛，累得两眼通红，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才把这头披甲野猪收拾干净。我操起剔骨刀，手起刀落，直接把最肥美的部位卸下整整30多斤。三叔，这肉也别往四叔家送，今晚咱们2家直接炖了灶。我持着沾血的尖刀，语气坚决，这可不是我心狠。四婶方艳梅人虽然是个热心肠，可只要好东西到了她手里，转头绝对要被她偷偷搬回娘家。对付这种极品的伏地魔，这肉就算扔出去喂狗，我也绝不给她留一口。只要好东西到了四婶手里，转头绝对要被她偷偷搬回娘家。她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亲弟弟养的膘肥体壮，自家孩子偏偏面黄肌瘦。三叔听完面露难色，我直接斩钉截铁的放话，只叫我亲爹一个人来吃肉。至于乔凤云和他那俩闺女，想都别想。我亲爹再有错，血缘摆在这，面子必须得过得去。可乔凤云算个什么东西？全村谁不知道这恶毒后妈这些年怎么搓磨我们兄妹的？我这人天生心眼小，更没有原谅仇人的圣母心。三叔连连点头，屋里所有人的眼珠子死死盯在那堆红白相间的肥肉上。这饥荒年头能沾点荤腥，简直比登天还难。眼看快要上工，我跟三叔打个招呼就准备走，三婶连忙提醒我拿麻袋，我直接摆摆手，让他们晚上把野兔一并炖上。紧接着我顺手掏出2把野杏揣进兜里，剩下的全留给小莲这几个堂妹解馋。三叔三婶把我送到门口，对着我的背影不住的感慨我仁义，还盘算着绝不能让我被退婚的事毁了，必须给我寻摸个顶好的黄花大闺女。然而我根本没回家，脑子里猛然闪过一件惊天大事，掉头再次扎进深山。上辈子村里混得最风光的就是马立志，这小子神不知鬼不觉的发了横财，率先盖起8间大瓦房。后来传言他在山上刨出了1罐子黄金，直到千禧年半山腰真挖出一座辽代黄金国漆的古墓，这传言才彻底有了根。要想带着弟妹逆天改命，我一刻也等不及。俗话说人无外财不富，今天这泼天的富贵我必须截胡。我当然不敢去刨人家祖坟干缺德事。前世专家勘探古墓时，在旁边发现过一个神秘坑洞，底下散落着大批辽代铜钱。马立志绝对是靠这个发的家。我扛着锄头抹黑上山，循着记忆直奔半山腰那座残破的灶君庙。谁能想到，这么个连灶王爷泥像都被砸得稀烂的破落地方，竟然掩藏着惊天宝藏的入口。就在灶君庙10来米外，静静躺着一根刻满老旧花纹的青石柱。前世考古队发现的痕迹就在这玩意儿底下。我俯下身子，死死抠住石柱边缘，咬紧牙关，猛地发力，一把将这上百斤的石柱掀翻。紧接着我抡圆了锄头，疯狂向下刨土，足足挖了1米多深。结果别说金银财宝，连个铜钱渣都没看见。偏偏此时天已经蒙蒙亮，村里的大喇叭甚至开始催人上工。难道老子重活一世记错位置了？我满心烦躁，赌气般抡起锄头，狠狠往下一砸，咔嚓一声极其清脆的异响猛然从地底传来。我心头猛地一揪，直接扑倒在土坑边缘，发疯似的用双手扒开泥土。看清底下的物件时，我当场倒吸一口冰凉的冷气。金币，泥土里赫然躺着一块沉甸甸的金币。我颤抖着手抠出一块，拼命搓去表面泥垢。哪怕在地下埋了上千年，这玩意儿依然闪耀着刺瞎人眼的纯金光泽，上面甚至还錾刻着古怪的繁体铭文。我放在掌心掂量，这一块少说也有2两重。就在这时，我强压住狂跳的心脏，果断将金饼按回原位，迅速填平泥土，将石柱复原。前世的传闻果然是真的，这笔泼天富贵，从今天起彻底改姓李。至于那个马立志以后还想不想发财，让他直接下地狱去梦吧。我扛着锄头顺路去自留地薅了2颗大白菜打掩护，刚踏进院门，就看见正房屋敞着门。我亲爹李学成正端着碗吃饭，听见动静冷冷瞥我一眼，紧接着像看空气一样立刻扭过头。亲爹当到这份上，全县也找不出第2个。我懒得搭理他，转头冲着冒烟的东厢房喊弟弟天亮。天亮顶着俩黑眼圈冲出来，埋怨我怎么才回来。我刚问他是不是他在做饭，他却猛地指着屋里，哥，是大姐回来了。下一秒，大姐李翠系着破围裙走出门槛，再次看到大姐那张憔悴的脸，我鼻头猛地一酸，眼泪差点夺眶而出。上辈子恶毒后妈把我们5个扫地出门时，要不是大姐拼了命的护着这个碎成渣的家，小五他们早就饿死在荒沟里了。为了拉扯我们，大姐硬生生拖到24岁才嫁给镇上一个盐厂工人。可那个王八蛋姐夫就是个纯种妈宝男，婆家人变着法子虐待大姐，大姐被欺负的连个屁都不敢放。我强忍着心酸迎上去，大姐明明刚生完孩子，连满月都不到，身子虚的一阵风就能吹倒。当初我结婚她没法来，可那个妈宝男姐夫连个鬼影都没露，足以看出那一家人有多瞧不起我。大姐红着眼眶紧紧抓住我的手，声音直打哆嗦，说听亲戚传闲话知道我婚事黄了，今天天没亮就硬是从40里外的镇上往回赶。我赶忙上前搀扶住她虚弱的身体往屋里走。大姐，你把刚出生的外甥女丢在家里，你婆婆那个老巫婆能放过你？我太清楚大姐那个重男轻女的恶毒婆婆了，头胎生了个闺女，那老东西硬生生指着大姐的鼻子骂了整整1个月。如今大姐连月子都没做完就偷跑回娘家。
家，那帮禽兽到底会干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前世那个王八蛋姐夫欺人太甚，直到后来我带着几个兄弟杀到凝固镇盐场，死死堵住大门，逼着厂里书记出面按着他写下保证书，加上大姐拼死生下的带把的儿子，他在婆家的日子才算勉强像个人。可他这辈子过得实在太憋屈，50刚出头就撒手人寰。此刻大姐却死死攥着我的手，说孩子交给了亲戚带，非逼着我把退婚的烂摊子交代清楚。我扫了一眼旁边的3个弟妹，语气极其平淡地甩出一句：人家杜家看不上我，我也绝对不干那死皮赖脸倒贴的贱事。谁知大姐瞬间炸毛，她急得直跺脚，一口咬定当初明明是杜家上赶着结亲，大伯和三叔绝不能看着我这么受欺负，唯独没提我那个亲爹李学成，毕竟那个老东西是个什么德行，他比谁都清楚。紧接着我立马交了底，彩礼钱不仅一分不少的砸回了手里，大伯更是狠敲了杜家10几根上好的大木头，全留着将来给我和弟弟天亮盖新房当大梁。没想到大姐依然不甘心，眼眶猩红的替我叫屈，毕竟在这10里8乡，一个大小伙子被女方这么当众戏弄，以后走在村里脊梁骨都要被人戳断。我心里门清，真要撕破脸和杜家干一架倒是不怕，可村主任学庆书平时没少照应我们兄妹，总不能为了这口气让他夹在中间难做人。大姐听完这话猛然陷入沉默，随后红着眼发狠，发誓我们要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将来活活气死杜家那帮狐狸精。就在这时，大姐突然话锋一转，满脸震惊地追问我怎么突然把家给分了。旁边的弟弟天亮立刻跳脚，怒骂要是不分家，我们就得给后妈那个恶毒娘们当一辈子牛马。大姐狠狠瞪了他一眼，我果断接下话茬，与其被乔凤云天天防贼一样盯着，不如快刀斩乱麻分个彻底。乔凤云之所以不惜舍弃我和天亮2个壮劳力也得逼着分家，全是因为眼红那3间办正房，她满脑子盘算着把李家这点家底榨干，好去倒贴她留在前夫家的亲儿子。偏偏这老娘们纯粹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前世她身边这几个白眼狼亲骨肉，到最后根本没一个愿意给她端屎端尿。大姐听完这番话，长长的叹了一口浊气，直言分了也好，免得好处捞不到全干苦力。万万没想到，正当我们姐弟俩交心的时候，院门口突然传来一道清脆的女声，紧接着一个俏丽的身影直接堵在了东厢房的门口。我看清来人后猛地愣在原地，竟然是庄微微。大姐的反应极其反常，宛如护犊子的母老虎一般，瞬间起身，死死堵住大门，半条门缝都不肯让。庄微微和我同岁，论辈分还沾点远亲，平时在村里顶多点个头，根本说不上话。此时她却歪着身子，越过大姐的肩膀冲我直笑，眼神更是直勾勾的，丢下一句要找我单独说话，转头跑得比兔子还快。这女人长得极其水灵，容貌身段跟杜鹃不相上下，只是肤色稍微黑点。目送她一扭一扭的出了院子，大姐猛地把门摔上，死盯着我的眼睛里全是警惕。大姐竟然怀疑我和庄微微私底下有见不得人的勾当，才导致杜家死活要退亲。我简直比窦娥还冤，当场大笑出声。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大姐之所以吓成这副模样，全怪庄微微她亲妈。那女人的风流韵事在10里8乡可谓是臭名昭著，原送外号盖满村，整个村庄的光棍汉甚至排着队跟她钻过玉米地。大姐这种老实人，生怕我和这种作风败坏的家庭沾上一点边，毁了以后娶媳妇的清白名声。我虽然不歧视庄微微，毕竟自古笑贫不笑娼，然而在我的前世记忆里，这女人后来嫁给了我的本家兄弟，岂料没消停几天就开始不守妇道，最后更是被自家男人死死堵在了热炕头上，两人打得头破血流，闹离了婚。从此她彻底放飞自我，将他妈那套家传的皮肉手艺发扬光大，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果断向大姐拍着胸脯打包票，这辈子绝不可能把这种绿帽子往自己头上扣。正当此时，妹妹小五揉着眼睛跑出来，眼巴巴的要肉吃。我直接大手一挥，晚上去三叔家绝对让他敞开肚皮吃个痛快。大姐一听还以为我花钱买肉了，急得直翻口袋，想把他那点临时工的微薄工资塞给我。我连忙把陷阱坑死野猪的事和盘托出，紧接着顺手掏出金黄的野杏塞给妹妹，生怕大姐再唠叨我半夜上山的危险，赶紧找个借口岔开了话题。先吃饭，等会儿还得上工。我赶紧给弟弟天亮使了个眼色，这小子一想到晚上能吃到野猪肉，早就馋得两眼放光。大姐李翠却依然满脸担忧，死死抓着我的胳膊，生怕我在半夜上山出意外。我随口敷衍过去，谁知她紧接着竟然张罗着要回婆家。我一眼扫过她连月子都没出就惨白如纸的脸色，当场就急了，指望那个恶毒婆婆伺候她简直是痴心妄想。我死活把她拦下，不仅要用野猪肉给她狠狠补身子，更是拍板明天亲自套车送她回去，顺道给村里拉一车过冬的粗盐。根本没给大姐反驳的机会，我叼起一块粗粮饼子，拽着天亮就往外狂奔。刚跑出院子，天亮就急不可耐地追问野猪到底有多大。我直接甩出一句，等会儿三叔就会把野猪送到村支部。这下天亮彻底傻眼了，梗着脖子嘟囔为什么不留着自家慢慢吃。猛然间我停下脚步，死死盯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弟。将近400斤的野猪，光凭咱们一家子怎么可能吃得下？要是敞开肚皮吃独食，让全村乡亲们红着眼在旁边咽口水，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天亮挠了挠后脑勺，这才讪讪地反应过来。我冷声警告他，做人绝不能把所有的好处全占尽。谁知我们哥俩刚走到厂院附近，一棵大树后面竟然猛地闪出一个人影，又是庄微微。一想到大姐刚刚的严厉警告，我敷衍地点了下头，就想绕道走。偏偏这女人铁了心，一把死死拦住我的去路，非要单独跟我说几句话。我无可奈何，只能打发天亮先走。岂料天亮这小子也是个硬骨头，连正眼都不瞧他，梗着脖子死活不动弹。他脑子里全是大姐那句他妈不正经，能养出什么好闺女，生怕这个女人沾上我败坏了名声。直到我彻底拉下脸发话，他才一步三回头的朝厂院走去。碍眼的人一走，庄微微立刻死死盯住我，颤抖着声音追问我和杜鹃的婚事是不是彻底黄了。我毫不犹豫的点头承认，然而下一秒他死死咬着嘴唇，嘴角却压不住的疯狂上扬。紧接着他猛地抬起头，红着脸问我愿不愿意娶她。我当场愣在原地，前世的记忆瞬间涌入脑海。这女人之所以如此急切，根本不是因为多喜欢我，
他那个作风败坏的亲妈把全家的名声彻底败光，村里人一样的眼光早就把他逼疯了。他做梦都想找个靠谱的男人嫁出去，好彻底逃离那个千人指万人骂的泥坑。当初听说我要娶村里最漂亮的杜鹃，他极度的差点放火烧房。如今杜鹃跟人跑了，他简直乐开了花，这才急不可耐的跑来拿我当救命稻草。见我迟迟不作答，庄微微眼底的期盼瞬间化作愤怒和绝望。他咬牙切齿的质问我，是不是也嫌弃他？是不是因为他那个千人骑的烂货亲妈？此时此刻，他简直恨不得将他亲妈千刀万剐。我看着他这副濒临崩溃的模样，就算知道他前世后来也走上了他妈的卖肉老路，终究还是没忍住恶语相向。我语气平淡的告诉他，不因为任何人，纯粹就是不合适。万万没想到，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直接把庄微微刺激的魔怔了。他红着眼死缠烂打，非要问出个所以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上宫的村民已经走到了路上，纷纷停下脚步朝我们这边指指点点。庄微微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一直心高气傲。此时见周围驻足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竟然直接豁出脸面。他死死咬住我不放，非逼我说清楚到底哪里不合适。就在这时，村里那帮下乡的知青正好举着红旗路过，领头的张青森平时就拿鼻孔看人，此刻指着我们大呼小叫，甚至扬言要去村主任那里举报我们作风有问题。旁边几个知青也跟着交头接耳，连昨天刚来的宋小雨都朝我投来异样的目光。眼看这破事越闹越大，我瞬间计上心头，我猛地拔高音量，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他，你奶奶是我堂姑奶奶，按辈分咱们可是近亲。这句话一出，庄微微当场傻在原地。我趁着他还没反应过来，果断绕开他直奔场院。我心里暗自冷笑，幸亏老子反应快，上一世他后来为什么堕落成那样我根本不想管，现在我只想离这个麻烦精越远越好。紧接着我前脚刚踏进场院，天亮就凑上来八卦，被我一句小孩子少打听直接顶回。猛然间，村头的大喇叭发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接着村主任李学庆激动到颤抖的声音响彻整个村子，他居然直接在广播里通报，我昨天上山单枪匹马干翻一头野猪。全村的乡亲们瞬间炸开锅，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的死死盯住我。在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灾荒年月，谁敢进深山招惹这种猛兽？偏偏我不仅全虚全影的走回来，甚至还主动把这头382斤6两的野猪上交村里。李学庆扯着嗓子大喊，今天晌午家家户户派人去大队部，按人头分肉分下水，哪怕每户只能分到1斤多，在这个一年到头见不到荤腥的年代，这也是天大的恩情。这下全村人都对我竖起大拇指。人群中有人故意拔高音量，扯着嗓子嘲讽杜家有眼无珠。我用余光扫过去，前岳父杜立德的一张老脸瞬间臊成猪肝色，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然而他那个跟人跑了的闺女杜鹃却像个木头桩子一样杵在原地，满脑子恐怕还在做着嫁进富裕屯子的春秋大梦。与此同时，人群后方的一双眼睛却充满算计。后妈乔凤云阴阳怪气的挑拨离间，硬生生把我那个偏心眼亲爹李学成的怒火彻底点燃。紧接着队长经历刚分派完平整垄沟的任务，我和天亮扛起铁锹正准备下地，谁知李学成突然黑着脸冲过来，一把将我死死拦住。他咬牙切齿地质问我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亲老子。我毫不客气地当众回呛，我当然知道自己的亲老子是谁，可不像有些人连孩子是不是亲生的都弄不明白。同组的几个壮汉听出这弦外之音，当场没憋住笑出声。这下李学成的脸色彻底挂不住，硬生生把我拽到一旁无人的角落。刚站定，他竟然抡起胳膊就要动手扇我。千钧一发之际，我死死盯住他的眼睛，眼神里透出2世积压的刺骨冰寒。上一世就是他见死不救，硬生生拖断我亲妹妹的一条腿。我冷声警告他，明着我还要脸，背地里我能做出什么事可就不一定。他被我这副吃人的模样吓得猛地缩回手，气急败坏的威胁我以后别叫他爸。万万没想到，我连一丝犹豫都没有，我直接反将一军，当场逼他把养老协议撕掉，咱们立刻重新签一份断亲文书。这下他彻底傻眼，这老东西还指望着我和天亮给他养老送终，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真断亲。他气急败坏的转移话题，质问我打到几百斤的野猪为什么不先孝敬他。我冷笑一声，毫不留情的撕破他的脸皮，咱们早就分家，既然你还摆老子的谱，那我和天亮的彩礼钱、妹妹们的嫁妆钱，还有咱们娶媳妇盖新房的钱，你是不是得一分不少的全掏出来？我一连串关于彩礼、嫁妆和盖新房的逼问，直接把李学成对得当场发懵。这老东西站在原地，满脸写着不可思议。就在这时，3叔李学恭和4叔李学农正好大步走来，李学成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指着我的鼻子大肆告状，怒斥我交出野猪根本没把他这个亲爹放在眼里。然而3叔连个正眼都没给他，反倒满脸嫌弃的冷哼一声。3叔当场放话，凭什么眼里要有他？今晚不仅要叫我去吃肉，更警告李学成绝对不准带那个恶毒后妈进门。4叔也在一旁笑着解释，家里早就特意留了一大块好肉。这下李学成彻底下不来台，竟然还厚颜无耻的嘀咕着剩下的也不该全给村里。3叔4叔根本懒得搭理这个糊涂蛋，一把拉起我就直奔地头。接下来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赶到稻田，一阵微风吹过，满眼都是金黄的麦浪，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稻香。我深吸了一口气，心底瞬间涌起一种说不出的舒坦。上一世我30多岁就进城打工，后来混成了包工头，这几十年来早就没再碰过家里的地，偏偏只要一上手，那些尘封的肌肉记忆立刻全被唤醒。我挥舞着铁锹，动作不仅飞快，更是干脆利落。周围的乡亲们看得两眼直放光，纷纷转头训斥自家那些笨手笨脚的儿子。毕竟我14岁就被当成壮劳力使唤，这点农活根本难不住我。转眼间我就把其他人远远抛在脑后。与此同时，知青组那边却全在磨洋工，尤其是之前处处招惹我的张青森，只干了一小会儿就累得直不起腰，手上更是磨出好几个大水泡。他满脸痛苦，显然已经把当初想在农村干出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忘得一干二净。更可笑的是，他看着旁边一直咬牙苦干的宋小雨，竟然还嫌弃人家干得太快，害他丢了面子。正当此时，队长金丽和计分员早就把这一切尽收眼底。金丽冷笑一声，直接吩咐计分员把张青森糊弄差事的丑态一笔一画全记清楚。等到年底按工分派粮的时候，这帮狂妄的城里
少爷自然就会尝到饿肚子的滋味。转眼间晌午已到，村主任李学庆和会计抱着个大笸箩迎面走来，笸箩里装满了折好的小纸条，每家派一个人来抽签分我的野猪肉。田里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激动的大笑声，抽到肉的欢天喜地，抽到肠子的也直呼熬白菜真香。紧接着，极其荒诞的一幕发生了，张青森竟然恬不知耻地凑到老知青谢建设身边，两眼放光地问什么时候轮到他们去抽。谢建设直接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死死盯着他，直到所有社员都抽完，张青森见根本没人叫知青的名字，竟然当众质问村主任凭什么没他们的份。这下原本热闹的田间瞬间死一般寂静，所有社员都像看小丑一样盯着这个晒昏头的城里娃。面对这无理取闹的质问，李学庆的脸色阴沉至极，他毫不客气地当众宣布，这头野猪是我李天明自己拼了命打回来的，根本不属于集体财产，我愿意拿出来分给乡亲们解馋，那是我的情分。这番话瞬间把张青森堵得哑口无言，谁知他还不死心，竟然拉着谢建设抱怨我们村欺负知青。谢建设连想掐死他的心都有了，狠狠怒斥他这里是李家台子，趁早收起城里人的傲气，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谢建设很清楚，这小子刚来就惹了身为全村红人的我，以后的日子绝对不好过。我远远看着张青森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心底忍不住冷笑。上一世他就是因为这副狂妄做派惹怒了全村，这一世只要我稍微动动手指头，定要让他天天脱掉一层皮。吃过晌午饭，队长金立刚招呼大家伙继续上工，我反手交上农具就径直离开。张青森眼尖看个正着，两眼冒火想举报我逃避劳动，结果这回学聪明硬是把话死死憋回肚子。他哪里知道我们村是分包制，我凭着这具身体极其强悍的肌肉记忆，一上午就把任务干得干干净净，连带着同组的社员都跟着沾光提前下工。紧接着二弟李天亮火急火燎地追上来，居然还想拿大姐的借口压我，我一个凌厉的眼神死死砸过去，他瞬间乖乖闭嘴。我们兄弟俩一路直奔后山，仔细翻查完陷坑和捕兽夹，连半根野猪毛都没看见。天亮满脸写着失望，可他万万没想到，我大白天上山根本不是为了打猎，更不可能蠢到抱着那罐惹人眼红的金子满村溜达。就在这时，我随手从泥地里拔出一根带锯齿的野草，一把塞进他手里。这玩意儿名叫老虎疗，学名正是刺五加。从小被老中医爷爷逼着背医书的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满山的刺五加和黄芪全都是能换真金白银的活宝贝。上一世直到城里人来疯抢扫荡，村里人才知道这些破草的惊人价值，短短一个夏天就被刨得断子绝孙。我死死盯着天亮的眼睛，严令他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随后我们俩发了疯似的一路狂挖，直到天色擦黑才背着鼓鼓囊囊的大口袋摸下山。谁知刚走到自家院门口，后妈乔凤云极其尖酸的叫骂声就狠狠刺痛我的耳膜，她正指着我那窝囊废亲爹李学成的鼻子破口大骂。天亮吓得缩紧脖子，我却冷笑一声，大步跨进院门。岂料这毒妇一看见我，直接一屁股瘫坐在院子正中央，疯狂拍着大腿干嚎自己命苦。经过的乡亲们瞬间围拢过来，毫不留情地指着他的鼻子一通数落。这下乔凤云气得满地打滚，连脚上的破布鞋都狠狠甩飞出去。此时李学成臊得老脸通红，居然妄图拿亲爹的身份逼我服软。我挑起眼皮，满脸嘲弄地盯着他反问，是不是想让他带着那两个拖油瓶也去吃肉？话音刚落，乔凤云就像闻见血腥味的野狗，瞬间翻身坐起，两眼直冒绿光。然而下一秒，我直接甩下一句晚上早点睡，梦里啥都有，带着天亮头也不回地跨进东厢房。猛然间身后传来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乔凤云竟硬生生被气得直挺挺砸在泥地里。我暗自冷吃，平时懒得搭理你，今天只要逮住机会，老子绝对要往死里气你。转眼间夜幕降临，整个李家台子家家户户都飘荡着极其浓郁的肉香。我大步走进三叔李学公家，20多口人正眼巴巴死盯着堂屋那口大铁锅。堂弟天红急得恨不能直接一头扎进热汤里，紧接着三婶一把掀开锅盖，滚烫的肉香瞬间炸满全屋。四叔家最小的天青馋的口水早就把胸前的粗布衣服湿透了一大片。三叔一声令下，一块块冒着油光的野猪肉分到每个人的粗瓷碗里。天红直接上手抓起一块滚烫的肥肉塞进嘴里，烫得满地乱蹦，也撕咬着不肯吐。就在这时，四叔极其宝贝的掏出一瓶白酒，这可是病人家属送他的稀罕货，今晚能上桌喝酒的只有我、三叔、四叔、二弟天生和四叔家的大儿子天慧。我仰头灌下一口烈酒，火辣辣的刺痛感瞬间顺着喉咙直烧胃袋。接着我夹起一块野猪肉大口嚼碎，一股子极其狂野的土腥骚味直冲脑门。正当此时，三叔突然放下酒杯，直勾勾地盯着我喊出声天明。三叔看着满桌的肉，重重叹了口气，我那窝囊废亲爹最终还是没赶来，他要是敢撇下乔凤云来吃独食，今晚怕是连炕都爬不上去。我冷着脸直接打断，示意三叔别再提他。四叔见状夹起一块肥肉塞进小五碗里，紧接着转头盯着我，满脸后怕的警告我晚上上山太危险。我随口敷衍过去，他们见我心里有数，这才彻底咽下话头。这一顿饭大伙吃的简直比过年还疯。酒足饭饱后，三叔指着案板上特意流出的3斤野猪肉，让我赶紧给村主任李学庆送去。要是换做上一世那个榆木脑袋的我，给本家堂叔送礼绝对拉不下脸。可现在我心里门清，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根本绕不开他。我二话不说把肉往怀里一揣，转身就直奔村南头。刚进院门，学庆叔正蹲在地上修凳子，他一看见我，立马笑着打招呼。我连一句废话都没有，直接把包着油脂的野猪肉死死塞进婶子沈艳秋怀里。沈艳秋摸到软乎乎的肉块，吓得连连推脱。我压低声音让他别撕扯，免得让人看见眼红。这下婶子不知所措地看向学庆叔，谁知学庆叔大手一挥，直接让他收下，紧接着递给我一根没过滤嘴的香烟。我顺势提出明天想借村里的马车，提前去宁固镇拉盐，顺便把大姐送回婆家。学庆叔连个磕巴都没打，当场拍板放行。事情办妥，我扭头就走。其实我心里还憋着一个天大的计划，但在没定准之前，我绝不可能走漏半点风声，只等明天见分晓。然而刚跨进自家院门，乔凤云那刺耳的叫骂声再次贯穿耳膜。她正躲在正房里疯狂咒骂我们老李家损阴丧德。我猛然
然间抄起墙角一块碎瓦片，朝着正房窗户狠狠砸了过去。砰的一声巨响，屋里的乔凤云瞬间像被掐住脖子的惨叫鸡，吓得死死闭上臭嘴。就连蹲在门口抽烟的亲爹都怔在原地，满脸不可置信。我死死盯着漆黑的窗户，咬牙切齿地扔下狠话：再特么带老李家的仙人，老子绝不放过你！搁在以往，他早冲出来撒泼了，可今晚硬是没敢放半个屁。我转身踹开东厢房的门，大姐李翠还想苦口婆心劝我收敛脾气，我直接用去凝固阵的事堵住她的嘴。紧接着，她转眼瞧见墙角的2麻袋老虎撩根筋，吓得脸都白了，满脸惊恐地念叨着我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我顿时没忍住笑出声，这可是我翻身的底牌。我立马编了个借口，说是大喇叭报纸上念的，直接卖给国营药店，国家绝对允许。大姐还想追问，我直接一头扎上土炕，根本不给她唠叨的机会。转眼间到了第二天清晨，我刚在村支部大门口套好马车，大姐就带着2个妹妹赶了过来。学庆叔不仅没嫌麻烦，甚至掏出2块钱硬塞给大姐当生儿子的礼钱。我攥紧鞭子猛地一挥，马车稳稳上路。谁知刚路过场院，一道人影突然发疯似的冲到马车正前方，千钧一发之际，我死死勒住缰绳，马蹄擦着他的鼻尖堪堪停下。我定睛一看，来人居然是宋小雨，他被吓得脸色煞白，满脸通红的望着我直喘粗气。李同志，我刚才听人说你要去凝固镇。我看着满脸通红的宋小雨反问怎么回事，他哆嗦着掏出一个信封，结结巴巴求我帮忙去镇上寄封平安信，这有什么不行的？我一把接过信封揣进怀里，宋小雨连声道谢，竟然还朝我深深鞠了一躬，这才转身跑回知青队伍。我猛挥一鞭子继续赶路，还没到10点，马车就稳稳停在大姐婆家门前。结果刚到跟前，就听见大姐那3角眼的婆婆正在门口扯着破锣嗓子阴阳怪气。老太婆四处跟人显摆自家老二是国企正式工人，要不是个头矮，哪能娶个农村媳妇？这话摆明就是故意恶心我大姐的。我冷笑一声，手中马鞭猛地在半空抽出，啪的一声炸响，瞬间把这老太婆的脏话硬生生抽回肚子里。她那张横丝肉的脸立马堆起皮笑肉不笑的褶子，假惺惺地说没去街口迎我，可屁股却死死粘在凳子上一动不动。我满脸嫌恶地对回去，当不起，别再闪了您老的腰。紧接着我拉好车闸，扶着大姐走下马车。刚问完大姐带来的2麻袋白菜放啊，外甥女文文就从院里飞扑出来，死死抱住我的腿。我满眼心疼地摸着她的小脑袋，紧接着从怀里掏出那个浸满油的草纸包。文文盯着纸包，乌溜溜的眼睛直放光，大喊着吃肉肉。我一把扯开纸包，足足小半斤肥的流油的野猪肉直接露了出来。这可是我昨天死活从家里那顿大餐里抠出来留给外甥女的。老太婆一见着肉，脸上的褶子笑得跟菊花一样，伸出枯树枝般的手就要过来抢。我猛地侧身躲开，冷冷甩下一句都是油您别沾手，随手捏起一块肥肉直接塞进文文嘴里。文文嚼得满嘴流油，连喊好吃。老太婆在一旁急得直跳脚，把小孙子往大姐怀里一塞，找借口说小孩吃多坏肚子，竟然还要上手硬抢。这老抠门闻着肉味恨不得从亲孙女嘴里往外抠。我一把拍开她的脏手，霸气宣告真吃坏肚子我花钱治。说完又塞给文文一块大肥肉。老太婆气得直拍大腿，连声鬼叫把肉给丫头片子吃是白瞎。我眼睛一瞪，当场吼回去，这肉就是给我外甥女吃的，她全包了。老太婆见抢不到，立刻转头逼迫大姐管管我。谁知大姐这次硬气了一回，冷着脸甩下一句肉是我弟的管不着，抱着孩子扭头就进了院子。老太婆被街坊邻居看了笑话，顿时恼羞成怒冲进院子，指着大姐的鼻子破口大骂。她嚣张的威胁大姐别以为生了孙子就能翻天，敢嘚瑟就搅黄大姐的临时工工作，让她滚回农村。文文吓得哇哇大哭，死死抱住我。我阴沉着脸大步跨进院子，怒火直冲天灵盖。我当场对着大姐大吼，大不了不跟她儿子过了。紧接着我死死盯住老太婆，放出狠话，你信不信我姐今天丢工作，明天我就带180号人堵死盐场大门，让你2个宝贝儿子全去青盐池挖大粪。老太婆猛地哆嗦了一下，嘴上却还在硬撑说不信。我怒极反笑，直接一步逼到她眼前。别说她大儿子就是个破干事，真惹急了抓出把柄，就到大街上揍一顿都没人敢喊冤。我指着她的鼻子厉声警告，再敢欺负我姐一次，我见着你大儿子揍大的，见着你小儿子揍小的。老太婆被我这股不要命的狠劲吓得连连后退，结巴着问我敢不敢。我冷哼一声反问她是不是要将我一军。随后我直接把剩下的半包肉全塞进大姐手里，大声宣布除了文文谁都不准动一口。有了我撑腰，大姐眼眶微红，硬气的点头答应。我转身把200斤的白菜扛进院子码好，全程全当那老太婆是团空气。大姐把我送到街口，还不忘软声劝我别和亲爹闹矛盾。我满口答应，紧接着嘱咐大姐别总受窝囊气，老太婆再作妖就回家找我。大姐笑着问我是不是真要打老太太，我冷笑出声，动不了她，我还动不了她儿子。狠话既然放了，我就必须让这死老太婆知道什么叫警钟长鸣。转眼间我把村里要拉的盐全装上马车，但我没急着回村，而是绕了个大圈子，死死蹲守在国营盐场大门口。我坐在车辕上大口抽着烟，眼睛跟锥子一样盯着下班的人流。接下来的事绝不能牵连村里。就在这时，一个身量矮小的年轻男人从厂门晃荡出来，他跟门卫打着哈哈，眼珠子四处乱转，终于死死盯住了我。我一眼就瞅见在大门口扭捏的矮冬瓜，这就是我那怂包大姐夫刘明海。当年要不是大姐为了照顾我们几个小的耽误了婚事，就凭他10里8乡出名的俊模样，他一个五短身材的侏儒也配得上。我猛地丢掉烟头，直接跳下马车大步逼近。刘明海吓得脸色惨白，下意识连连后退。姐夫，怎么见着我还躲啊？我冷笑着上前，一把死死勒住他的脖子。他像个小鸡崽子一样拼命挣扎，可哪挣脱得了我的手心。当初我带人堵大门，差点揍死他，从此他见我就像老鼠见了猫。我大老远过来，走，咱们去路边好好亲近亲近。紧接着我硬生生把他拖出厂区范围。我特意转头问门卫大爷这里还归不归盐场管。门卫大爷愣愣的点头，得嘞，谢谢你。话音刚落，我攥紧拳头对着他的脸狠狠就是一记暴锤。砰的一声闷响，刘明海被打得连退好几步，结结实实摔了个狗啃泥。哎呦哎呦的惨叫声听得我心里直冒火。一想到
到大姐在家受那老太婆的窝囊气，我冲上去对着她又是一顿飞踹，谁知这小子满地打滚，连连求饶。门卫大爷吓坏了，急忙跑过来劝阻，说再打要出人命。我冷哼一声，立刻停手，拍拍身上的灰，大声宣布：您把心放肚子里，出不了人命，这是我亲姐夫。门卫大爷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满脸写着不可思议。转眼间，我一把揪住刘明海的衣领，问他知不知道为什么挨揍。他顶着2只乌眼，轻委屈的直摇头。我咬着牙贴在他耳边厉声警告：这顿打原本该落你亲妈身上，可我不欺负老太婆，谁让你是他亲儿子，你就替他受着吧。刘明海瞬间恍然大悟，替你妈挨打委屈不？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他吓得浑身直哆嗦，你特么给老子把皮绷紧了，以后你老娘再敢欺负我姐一次，只要让我知道，你就准备好多担待点吧。刘明海瘫坐在地上，彻底傻了眼。此时连门卫大爷都听明白了原委，看向他的眼神只剩下活该。接下来我跃上马车，猛挥皮鞭。大姐要是实在过不下去，大不了离婚，一个破临时工算个屁。随后我调转车头，一路狂奔直奔海城。进城10天都快黑了，我饿着肚子直接把马车停在国营大药房门口。一进门，一股浓烈的草药味扑面而来，我径直走到柜台前，将一把刺5家的根茎拍在一个打瞌睡的老头面前。您得帮忙看看这个。老头戴上老花镜，只瞥了一眼，立马脱口而出：这是老虎疗。您真是行家。我心里顿时有了底。老头打量着我一身乡下打扮，反问我怎么懂药材。家传的。您听说过谭六爷吗？我直接报出爷爷的名号。老头的眼神瞬间变了，猛地站直身子，连连感叹好东西。他立刻转身去后院请来叶经理。叶经理端详了半天，当场拍板全部收购。紧接着他给出了让我心跳狂飙的价格，1斤5毛5分钱。我强压着心头的狂喜，这漫山遍野喂猪都不吃的破草根，我可是足足带了60斤，33块钱啊！要知道现在这年头上好的猪肉才8毛5一斤，万万没想到2斤破草根换来的钱，竟然能割1斤多肥的流油的大肥肉。我强压着激动向叶经理打听，要是炮制好了，1斤能卖多少钱？叶经理伸出一根手指，1斤多5分。我心里直翻白眼，虽说5分也是钱，可一旦我在村里大张旗鼓的炮制，不出3天全村都会上山挖草，到时候满山的金疙瘩非得绝种不可。紧接着我去后院过称，足足63斤，财务当场点出34块6毛5分拍在我手里，这可是我重生后靠着超前眼光赚到的第1桶金。随后我毫不犹豫地转身扎进街对面的百货商店，万万没想到，等我拎着大包小包出来时，兜里刚捂热的巨款直接缩水了一大半。接下来我驾着马车直奔海城钢厂职工家属楼，猛然间我想起口袋里还揣着知青宋小雨的家书，转悠半天没找着邮筒，一打听信封上的地址竟然就隔了2条街，于是我干脆好人做到底，直接送货上门。劳驾大姨，您知道刚下乡的宋小雨家住哪吗？下乡的宋小雨家住哪吗？我顺着热心邻居的指引，把马车拴在胡同口的电线杆上，上前敲响了那扇刷着红漆的破木门。嘟嘟嘟，屋里走出一个抱孩子的半大老太太，我是李家台子的，宋小雨在我们村插队。话音未落，宋母的脸色瞬间惨白，声音直打颤，是不是小雨在村里出事了？我赶紧摆手解释，您别慌，我进城办事，顺道替她把报平安的信送回来。宋母一把抢过信封，悬着的心这才落地，赶紧错开身子让我进屋喝水。正当此时，一个穿着钢铁厂制服的男青年大步流星的走过来，一把接过孩子，眼神像防贼一样死死盯着我。妈，这谁啊？宋母刚解释完我的来意，这男青年却变本加厉，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满是戒备。你和我妹到底什么关系？他凭什么托你送信？我当场就愣住了，这特么说的是人话吗？合着老子好心帮忙还帮出仇来了。我懒得搭理这个神经病，跟宋母打了个招呼，扭头就走。谁知下一秒，这小子竟然横跨一步挡住去路。嘿，我让你走了吗？紧接着他扯着大嗓门一通嚷嚷，硬说我一个外村人来路不明，瞬间引来一群街坊四邻，把我死死围在胡同中央。我一把推开眼前的宋小军，指着胡同口冷笑，外面有马车，我特么赶车来的，要不是看他抱着孩子，我非得一脚踹翻他不可。岂料他竟把孩子往宋母怀里一塞，撸起袖子就要跟我动手。你还有完没完了？宋母猛地扑过来挡在我身前，转头冲着亲儿子怒吼，你妹都去乡下插队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瞬间听出这话里有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宋母赶紧拉着我挤出胡同。对不住啊小伙子，都是房子闹的。随后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倒出了一肚子的苦水。原来宋父早逝，这当大哥的宋小军结婚生子后嫌家里挤，他那倒霉媳妇天天指桑骂槐，逼着未成年的妹妹滚出去。更绝的是，宋母明明手里有个退休接班的指标，完全能让小女儿留在城里，却偏偏装傻充愣，硬生生逼着亲闺女放弃机会，跑到穷乡僻壤去插队。这下我彻底明白了，宋小军刚才发那么大疯，根本不是心疼妹妹，而是生怕宋小雨反悔回城，抢了他霸占的房子和工作。正当我在心里冷笑时，宋母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小伙子，大姨求你在村里多照应一下小雨吧。我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满肚子算计的老太太，心里只觉得可笑。你们一家子把人逼走，现在指望我一个外人去擦屁股，我特么欠你们家的吗？只可惜我从来都不是个任人摆布的烂好人，我就是顺路帮着捎一封信，别的您自己跟宋小雨说吧。我一边冷哼，一边解开缰绳，纵身跃上马车。紧接着我连头都没回，直接甩起响鞭，赶着大青马扬长而去，只留下宋母呆立在原地无地自容。她颤抖着撕开信封，信纸上的第一句话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她脸上。妈，我不怪你。没想到小女儿对家里的算计竟然心知肚明。更悲催的是，前世这个被亲妈逼走的女孩，最终嫁给我那个最不着调的本家兄弟。那混球整天游手好闲，家里家外全靠宋小雨一个人死撑，直到80年代末他才熬出头回到城里。这原生家庭的坑简直深不见底。然而这烂摊子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眼下还有更重要的大事要办。傍晚时分，我赶着马车停在钢铁厂职工宿舍区，直到下班的人潮涌出，我终于等来大伯母严巧珍。大娘！严巧珍愣了好半天，猛地一拍大腿，哎呦，是天明吧？几年没见，竟然长这么大个。这年头城里人最怕乡下穷亲戚上门打秋风，可我这
这大娘偏偏是个热心肠，她一把死死攥住我的手，非要拉我回家吃红烧肉。随后她也丝毫不嫌弃，大大方方地坐上我的运盐马车。转眼间，马车停在仿苏式的3层小楼前，瞬间引来无数街坊大妈的八卦目光。就在这时，我干脆利落地掀开扇布，直接往楼下搬出足足30多颗大白菜。周围邻居看的眼珠子都快瞪出眼眶。要知道城里物资紧缺，哪怕拿着订量票也抢不到这么多越冬的救命菜。岂料这还没完，紧接着我又扛下一大袋粗盐塞给大娘腌菜。这下周围邻居的红眼病彻底发作，一个个酸的后槽牙都要咬碎。凭啥人家老李家的乡下亲戚不打秋风，竟然还带着整车物资来精准扶贫？在一群人嫉妒到发狂的目光中，我跟着大娘大步迈上2楼，紧接着推开房门，我心里却不禁一阵发酸。全家9口人硬生生挤在这不到70平的鸽子笼里。我大步走到床前，紧紧握住瘫痪在床的姥姥的手。姥姥，这点心您留着吃。我反手掏出一盒外地来的高级糕点。大娘一看这包装，脸色瞬间大变。她心疼我一个人拉扯3个弟妹，说什么也舍不得要这贵重物品。最后实在拗不过我，她这才勉强松口。就这一回，往后再来绝对不行。我赶紧点头答应。谁知话音刚落，房门猛地被推开，5个半大孩子鱼贯而入。带头的二弟天河看着我当场愣住，好半天才试探着叫出一声天明哥。除了上学的老大天满，大伯家这几个未来成器的好苗子全都在这凑齐。我咧嘴一笑，果断从布口袋里掏出压轴的杀手锏，一大包花花绿绿的水果糖瞬间摆在桌上。在这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玩意对孩子来说绝对是核武器级别的诱惑，这个绝对不行，带回去给小五吃。大娘眼疾手快，一把将糖死死按住。我故意换上一副苦瓜脸，定定地看着她。大娘，您要是早点说我就收起来，现在都让弟弟妹妹们看见，我要是再拿走，以后还怎么进这扇门啊？这下眼巧真彻底被我架在火上烤，硬生生被这句话堵得半个字都憋不出来。趁大娘转身切菜，我一把将那包珍贵的水果糖塞进老司天元怀里。这小子从小就拔尖，死死抱着糖转身就撩。其余几个半大孩子见状瞬间眼红，直接呼啦啦全追上前去。要知道这年头水果糖可是绝对的稀罕物，平时连糖纸都摸不到，这一大包简直就是一笔惊天巨款。偏偏就在这时，大伯李学军板着脸大步流星地跨进房门。你这孩子手里有点钱也不能这么大手大脚的霍霍。大伯瞪着眼睛大声训斥，他早就听大娘说过我退亲的事，满脑子都以为我这钱得留着盖房娶媳妇，哪经得住这么败家。紧接着他猛然往窗外一瞥，一眼认出楼下那辆李家台子的马车，这才反应过来我是专门来城里堵他。与此同时，狭小的厨房里猛地传来一声刺辣的爆响，大娘正翻炒着雪白的肥膘肉，诱人的肉香瞬间弥漫整个屋子。小堂妹李想馋得直咽口水，却还是懂事的剥开一颗我刚给的水果糖，死死举着小手非要塞进大娘嘴里。大娘满眼宠溺的含着糖，眼眶微微泛红。然而我今天大老远跑来，可不是为了听亲戚夸赞。此时楼下大门口烟雾缭绕，我和大伯正蹲在冷风中抽着闷烟。你小子别惦记去山上打野物卖钱，那点兔子野鸡都不够折腾你这趟腿脚。大伯猛抽一口旱烟，上来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紧接着他更是压低声音死死盯着我，警告我千万别打村北头那片水库和围海的主意，那可是集体财产，要是敢私自捞鱼去黑市倒卖，一旦被抓住绝对吃不了兜着走。可他万万没想到，我的胃口比他预想的还要大上1万倍。我毫不退让地迎上他的目光，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大伯，要是村里出面卖呢？大伯夹烟的手猛地一哆嗦，满脸错愕地愣在原地。我没有丝毫停顿，立刻抛出蓄谋已久的核心计划。我们李家台子那片围海每年都能打上成吨的鱼虾，以往都是按死指标低价卖给县物资局，多出来的鱼人家根本不要，最后全都烂在村里自己分。我说的就是这部分多出来的定额，咱们以村里的名义公对公直接卖给钢铁厂。这句话一出，大伯彻底僵住。他现在的位子看似是个肥差，实际上作为后勤物资科长，天天被厂里那帮重体力工人指着鼻子痛骂。没有充足的肉食供应，工人们哪来的力气炼钢？如果计划产量完不成，上面层层追责，他这个科长绝对干到头。这下子大伯的呼吸瞬间变得无比急促，只要能把这批边外物资弄到手，不仅解决了钢厂工人的肚子问题，还能让村里大赚一笔。可他一向胆小怕事，依然死死咬着牙不敢松口。你有把握吗？我是怕连累到村里。我毫不犹豫地拍着胸脯打包票，这件事学庆叔绝对举双手赞成，只要您这位他最服气的老领导发话，他肯定没二话。其实村长李学庆连个信儿都还不知道，我这完全是在空手套白狼。听到这话，大伯又好气又好笑，岂料紧接着他又抛出一个致命难题，从村里到市区足足100多里地，等马车拉过来，鱼早就臭气熏天。没想到我早就把退路算得明明白白，家家户户都有洗澡的大木盆，只要装满水，半夜出发，赶在天亮前绝对能把活鱼送到厂里。眼看所有漏洞都被我死死堵住，大伯终于狠狠咬牙，算是默认了这桩天大的买卖。然而我根本没打算就此收手，接下来的话才是真正的图穷匕现。大伯，既然鱼能送来，您得先答应我2个条件。我猛吸一口烟，眼神瞬间变得无比狂热。第一件，到时候厂里必须用废钢板顶一部分买鱼的钱。大伯双眼猛地瞪圆，刚想反驳哪有废钢板，下一秒却突然把话咽回肚里。他混了这么多年，怎么会不懂这其中的猫腻？钢板到底废不废，还不是厂领导上下嘴唇一碰的事。见他默认，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直接抛出最后的核心底牌。第二件，等运鱼的车进了厂，我必须往里面夹带我自己的私货。这下大伯算是彻底回过味来，指着我的鼻子连连叹气，原来这才是我的真实目的。我赶紧叫屈，满脸真诚地表示自己绝对是一心一意想给村里找条财路。可是要想真正翻身，我必须借着这股公对公的东风，狠狠赚上这第一桶金。除了粮食，一年到头也就分个180块。到了年根底下，孩子连身新衣服都没有，包饺子都不敢多个肉。我盯着大伯，将这苦日子全盘托出。结果大伯一把打断了我的话，没好气地逼问我到底打算往里夹带什么私货。围海往东去，那片草甸子，我压低声音抛出底牌。听到这话，大伯彻底倒吸一口凉气，他万万
万没想到，我居然敢打那个地方的主意。那虽然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水洼子，每年有成群的野鸭子产卵，可偏偏那里传闻有过阴兵过路。平时这片禁区连大人都不敢靠近，只有不懂事的半大孩子去捡鸭蛋，回家还要挨一顿胖揍。你不怕？大伯死死盯着我，我忍不住冷笑一声。连死而复生这种离奇的事都发生在我身上，我怕个什么？正当此时，大娘端着菜大声招呼我们去吃饭。我和大伯回头一看，5个弟弟妹妹早就眼巴巴地围坐在桌前，死死盯着中间那碗泛着油光的红烧肉。到了晚上7点多，我吃饱喝足，准备连夜赶回村里。大娘看着外头漆黑的夜色，死活拦着不让我走，非要我住一宿。可我实在放心不下家里的天亮和小荣他们。紧接着，大伯二话不说，直接把大娘收拾出来的一大包旧衣服扔上了马车。虽说是哥哥们换下来的旧衣服，但在如今这个年头，那也是稀罕物。我本不想收，可偏偏大娘眼眶发红，非逼着我带上。我只能咽下这份恩情，猛地一挥马鞭，马车瞬间窜出了职工小区。与此同时，留在屋里的大娘还是满脸担忧，生怕我闯出什么大祸。谁知大伯却斩钉截铁的放话，说往后这小辈里绝对就属我最有出息，哪怕是自家那个老实儿子天满，往后遇事也必须得多跟我商量。大娘听完再没吭声，转身便披上外套去钢厂医务室值夜班了。接下来，我借着头顶的大月亮一路快马加鞭，等到赶回村支部大院时，已经是后半夜1点多。突然，门卫室亮起了一盏昏黄的灯，村主任李学庆提着煤油灯急匆匆地冲了出来，他急得眼珠子通红，满脸憔悴。要知道往常去宁固镇拉盐下午就能回，结果我硬是消失了一整天，他连家都没回，就差直接套车去镇上找我了。叔，正好您在，有个大好事跟您商量。没等他反应过来，我一把攥住他的胳膊就往里屋拽。李学庆彻底懵了，他吧嗒吧嗒抽着烟，满脸狐疑的以为我又要折腾老杜家退亲的事。然而我直接摇头，当场甩出一个重磅问题：叔，去年县物资局从咱村收了多少鱼虾，咱又打上来多少？一听这话，李学庆瞬间火冒三丈。去年全村人顶着寒风苦干大半个月，硬生生打上来6000多斤鱼虾，结果县物资局的人死咬着定额，挑挑拣拣只拿走5000斤，剩下的不是烂在村里就是扔回水里。看着他气得破口大骂，我猛地凑上前压低声音：叔，我今天去了趟海城，找了我大伯。紧接着，我把公对公卖鱼给钢厂的计划和盘托出。这下子，李学庆的脑子彻底转不动了，把集体的鱼卖给钢厂，这要是捅上去，我这村主任不干事小，闹不好得蹲巴黎子啊！李学庆吓得连连摆手，我早就料到他会害怕，立刻拍着桌子给他吃定心丸。咱们是以李家台子的名义卖给钢厂，公对公的账，1分钱不落个人腰包，这能犯啥错误？李学庆听着连连点头，可心里依旧直打鼓，赶紧追问我大伯到底啥态度。在这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他这村主任全靠小心谨慎才保全了全村。大伯说能干，我斩钉截铁地吐出一个字。听到这位老领导发了话，李学庆眼底的顾虑瞬间被一股狠劲取代。他不懂什么大政策，但他比谁都渴望年底分红时，全村老少能多吃一口肉。干！天明，你说咱们咋干？堂堂村主任此刻竟然红着眼向我讨主意。我没有任何废话，立刻抛出详细计划。趁着秋收前必须先偷偷试一次，明天就去挨家挨户收洗澡的大木盆，找几个嘴严的汉子，天擦黑就下水库捞鱼，连夜运往海城。不仅要活鱼，咱们还得从钢厂要一张盖着大红公章的收条，到时候就算县务资局查下来，让他们自己找钢厂打官司去。听完我这招借力打力，李学庆激动的猛拍大腿，连声叫好。我仿佛已经看到成捆的钞票狠狠砸进咱们村内穷的叮当响的小金库。李学庆激动的直拍大腿，死活断言我绝对是这辈人里最了不得的人物。紧接着，他更是冷笑连连，直言等这事干成，推掉我婚事的老杜家绝对会把肠子都悔青。我懒得听这些虚头巴脑的吹捧，要想让全村老少念我的好，只有把真金白银攥在手里才算数。于是，我连夜揣着大娘给的旧衣服和海城买的稀罕物，趁着黑灯瞎火直接翻墙跃入自家院墙内。结果刚落地，我就惊出一身冷汗。黑漆漆的东厢房猛地推开一条缝，我大哥李天亮竟然死死攥着一根粗木棍躲在门后。我满脸苦笑，自家大门插得死死的，他这大半夜的到底是在防谁？就在这时，我妹妹小荣端着煤油灯，眼眶通红的迎面撞上我。自从分了家，这心思重的小丫头就整宿睡不踏实。我二话不说，直接把包袱抖搂开，里面不仅有大娘给的连个补丁都没有的体面衣服，我还掏出了一大包桃酥和水果糖。下一秒，我便戏法似的摸出一个崭新的发卡。小荣看到发卡瞬间亮起双眼，可紧接着她就满脸愁容，心疼起钱来。我一把按住她的脑袋，干脆利落的掐断她的念头，不该想的别瞎操心。转眼间到了第二天，地头垄沟边上，知青张青森正扯着嗓子指挥大家唱语录，乡亲们想笑又不敢笑，生怕被扣上一顶大帽子。我带着大哥和几个本家树干闷头包下了一段修整垄沟的苦力活。正忙活的热火朝天，李学庆和三叔李学工神神秘秘的凑了过来。三叔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为了年底能给孩子们扯身新衣服，他这心里七上八下，非要问我这事到底靠不靠谱。我拍掉身上的泥土，斩钉截铁的甩出大伯的底牌。三叔一听，立马像吃了定心丸一样连连点头。李学庆更是压低嗓门，神神秘秘的问我要不要安排明定暗中放哨。偏偏我冷笑一声，直接让他大摇大摆的把家家户户的大木盆全集中到村支部。咱们越是遮遮掩掩，越容易招惹红眼病。只要老子手里攥着盖了钢厂大红公章的收条，就算县务资局的人找上门，也得乖乖吃瘪。这可是支援国家钢铁事业的光荣任务，借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挑刺。李学庆听完
犹如醍醐灌顶，立刻风风火火地带人去安排。正打算转身继续干活，我差点和一个柔弱的身影撞了个满怀。定睛一看，竟然是宋小雨。我立马告诉他信已经寄出去了。为了护着他那点可怜的自尊，我只字未提亲自去他家的事。他勉强挤出一丝感激的笑意，可下一秒他就像只受惊的兔子般匆匆逃走，只因为不远处正有一双恶毒的眼睛死死盯着这边。人家可是城里人，你惦记也没用。庄微微在一旁阴阳怪气的嘲讽，我连个眼神都没赏给他，直接跳进垄沟继续干活，气得这全村数一数二的漂亮村花狠狠一甩马尾辫，咬牙切齿的扭头就走。这女人虽然长得勾人，可她亲娘在村里名声臭大街，上辈子嫁给本家兄弟后更是把日子过得鸡飞狗跳，白送我都不要。熬到大半天干完活，我打发大哥去帮忙，自己溜溜达达直奔人迹罕至的后山密林，确认埋金子的地方没人动过之后，我直奔不好的陷阱。谁知刚靠近，我就惊喜的倒吸一口凉气，捕兽夹上竟然死死咬着一只4斤多重的大肥兔。我刚把野兔解下来，旁边的草丛突然扑棱棱一阵爆响，我下意识抓起狮子猛砸过去，一步冲上前，只见一只枣红色的肥硕野鸡正歪在地上无力扑腾，这可是送礼的顶级硬货。然而正当我想伸手去捡，我的目光猛然被几颗鲜艳滴血的红果子死死定住。我扒开杂草仔细一瞅，心脏瞬间狂跳不止，这竟然是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人参子。上辈子我在山上转悠了几十年都没碰到过的神物，今天竟然让我给撞上了。可惜手里没带趁手的家伙，一旦弄断身躯，那简直是暴殄天物。我强压下狂喜，做好记号，立刻拎着野鸡和野兔冲下山。晚上要去钢厂办事，打点底下的小鬼正需要这份重头戏。一路上村民们看着我手里滴血的野味，一个个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恨不得立刻求我带他们上山。如今我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李家台子翻云覆雨的活财神。我随意应和着赶到村支部，看着马车上堆得满满当当的大木盆，我立刻用破袋子把野鸡野兔装好，赶着马车先杀回了家。我晚上不回来了。大哥李天亮盯着我背后的空手，眼睛直冒绿光，显然是眼馋我白天抓的野鸡和肥兔。我没好气地拍了把他的脑袋，让他别惦记这些送人的礼，还笑骂他早晚有一天吃肉吃到吐。紧接着小五这丫头竟然跟个肉团子似的，猛地扑上来死死抱住我的大腿，她嘴里还塞着我带回来的水果糖，含糊不清的非缠着我也给她买的新发卡。李荣急得想把她拽开，可这小祖宗死活不撒手。然而当我说出大不了把桃酥都给她吃时，这小吃货瞬间就像美食倒戈了。我笑着答应过几天一定给她买，这才拔腿出了屋。谁知刚踏进院子，正房那边就传来继母乔凤云阴阳怪气的叫骂声，她破口大骂我弄到好东西不知道孝敬亲爹，专干便宜外人的蠢事。我猛地转头冷冷扫了她一眼，此时我亲爹李学成根本不在家。这女人见我眼神凌厉，吓得瞬间闭了嘴，灰溜溜的缩回里屋。下一秒屋里就传出她拿亲闺女撒气的恶毒咒骂和孩子的凄厉哭嚎声。我连个多余的眼神都懒得给，直接无视这出闹剧，转身就去村北的大柳树下汇合。此时的大柳树下，李学庆早就带着一帮人候着了，可除了三叔李学公，其他人全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丧气样，累了一天还要大半夜来打鱼，换谁都不乐意。李学庆气得破口大骂，连唬带哄的硬是把这群人赶到了芦苇荡里，直到天色彻底黑透，大网一收，活蹦乱跳的鲜鱼装满了整整20个大木盆。我看着这沉甸甸的收获，心里终于有了底。等众人拿草绳把木盆死死扎紧，夜色已经深到了9点多。紧接着李学庆不仅安排了三叔跟我压阵，甚至把他一手带大的亲侄子李天利也塞了过来。他满脸担忧的死死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要是遇到麻烦直接连鱼带盆全扔了，人必须平安回来。我一边往嘴里狠狠塞着就咸菜的干饼子，一边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把天利全虚全已地带回来。眼看三叔将2000斤的重担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我猛地咽下最后一口饼子，大吼一声出发。我一把跃上马车，三叔紧挨着我坐下，天利蹬着自行车死死跟在后头，望着前方黑漆漆的夜路，我暗暗发狠，只要这趟干成了，非得让钢厂派卡车来拉不可。一路上三叔坐在颠簸的马车上，还是忍不住哆嗦着声音盘问我大伯的底牌。在这年头，农民跑去干买卖，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为了安抚他，我只能把说辞又原本嚼了一遍。可紧接着他试探性的问起鱼价，我轻描淡写的吐出一个数字，差点没把他吓得直接从马车上栽下去，差不多4毛钱一斤。三叔的眼珠子都快瞪脱窗了。要知道往年县物资局来收鱼，死皮赖脸才给2毛钱，全村辛辛苦苦捞一个月，年底每家每户才分到可怜巴巴的3块钱。难怪乡亲们一听打鱼就装死。我回头叮嘱天利死死盯住后头的木盆，车队一路走走停停，硬是熬到了海城市里。岂料刚踏进市区的地界，几道刺眼的手电筒光束猛地打在咱们脸上，几名警察冷着脸直接拦停了马车。这下可好，三叔的脸瞬间惨白如纸，哆嗦的连句话都说不利索。我看他那副活像做贼心虚的模样，简直哭笑不得，只能主动迎上前去打交道。我面不改色的掏出早就让李学庆开好的村支部介绍信。警察狐疑的盯着满车的大木盆，厉声盘问大半夜进城干什么。我毫不怯场，对答如流的解释白天运鱼会晒死，夜里赶路还不耽误白天的农活。见我这副游刃有余的架势，警察冷哼一声，声称明天一定要打电话去村里核实。我不仅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反而大方地请他随便查。最终警察只能挥手放行。然而我心里清楚的很，那警察竟然骑着自行车在暗中悄悄尾随我们，直到亲眼看见马车拐向了钢铁厂的方向，才终于掉头离开。正当我刚松了一口气，旁边突然传来三叔一声变了调的惊呼：哎呦妈呀，吓死我了！三叔李学公平时在村里可是个跟人干架从不认怂的硬汉，万万没想到见个巡逻警察竟能把他吓得双腿发软。他惨白着脸直夸我见了警察都不发怵，我笑着宽慰他咱们老百姓没干坏事根本不用怕。紧接着我转头想让天利也跟着附和2句，然而就在这一秒，我只觉得后背猛地窜起一股凉气，人没了。刚才还蹬着自行车死死跟在车尾的李天利，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凭空消失。出发前我可是拍着胸脯向李学庆保证过，绝对把人全虚全已带回去的，结果活生生的人竟然
然在眼皮子底下丢了。这下连三叔也彻底傻眼。正当我们急得想掉头回去找人，谁知不远处的黑影里，李天利居然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地拐了出来。面对质问，这小子苦着一张脸，只喊刚才碰见警察。他的两条腿实在是不听使唤，岂料这么大个小伙子，胆量竟然小得如此可怜。我和三叔满心无语，只能继续摸黑赶路。直到天亮前，我们三个终于赶着沉甸甸的马车停在钢铁厂大门口，大老远就能看见高炉里喷出的一阵阵浓烟。搁在往后几十年，这种污染高炉肯定得关停，拍下来举报还能拿奖金。可在这个年代，这可是能让人抢破头的铁饭碗。天利盯着那片厂房，眼神里简直要馋出火星子，满脸渴望的惊叹这厂子大晚上竟然还要干活。我随口应和了一句，那炉子肯定不能停。正当此时，我们三个大活人突兀地处在大门口，瞬间就引起了门卫的极度警觉。紧接着，2名腰里别着盒子炮的保卫人员立刻满脸戒备地逼了过来。我丝毫不敢怠慢，连忙迎上去先递了根烟，赶忙表明我们是李家台子村的，专门给后勤处物资科科长李学军送鱼。一听这话，2名保卫狐疑的互相嘀咕了一阵，立刻盘问我跟李科长的关系。我毫不犹豫地拍胸脯说是他的亲侄子，其中一人立马扭头回岗亭去摇电话。我们在清晨的冷风里足足等了半个多钟头。突然，大老远我就瞅见大伯李学军一路小跑着冲了过来，我赶紧挥手大喊了一声大伯，身旁的保卫听见这熟络的动静，这才明显卸下所有防备。大伯昨晚正好值夜班，冷不丁被保卫的电话吵醒，一听见侄子半夜送鱼，立马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他气喘吁吁地冲到我面前，满脸震惊地瞪大眼睛：“你小子还真来了！”